穿越斗罗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猎杀小五，再吞掉蓝银皇。不仅觉醒了巴雷特和蓝银草双武魂，还穿越到了唐三所在的圣魂村。为了不被唐三那个挂逼打死，我决定剑走偏锋。没办法，唐三那挂逼开局就是先天满魂力，还有一个封号斗罗的老爹在身边守着。而小五的10万年魂环和蓝银皇的右腿骨，不正是送上门的韭菜吗？此时敲门声响起，我走上前打开门，唐三那张不讨人喜欢的脸出现在面前。村里只有一个攻读生名额，你让给我吧，反正你资质差，晚去1年也没什么关系。听到这话，我嘴角抽了抽，明明来找我商量，却摆出一副命令姿态，这特么什么几把人？算了，跟一只魂兽计较什么？前世网上有传言，只要宰了唐三，他也能爆出魂环来吸收，那魂环能让蓝银草武魂进化。调整好心态后，我怒喝：凭什么我资质差就更该晚去？你资质好晚1年也跟得上，该你让给我才对。唐三有些气恼，不行，我不能浪费1年时间。与此同时，他已捏住袖口的铁皮，死死盯着我的双眼。此人已有取死之道，我知道不能再刺激这头魂兽，把名额让给你也行，给我10个金魂币，我没那么多钱。他想都没想就拒绝了。那你让你爸给我一把猎弓，足量剑士，一把铁斧，我就把名额给你。见他还要拒绝，我冷下脸，我天赋不如你还要晚入学，你到底是不是人？这点小事都不肯，你父亲就是铁匠，拿出这些不难，你要这些东西干什么？狩猎啊，打兔子什么的，兔子浑身是宝，柔骨兔的骨头更是个宝物，兔肉能烧烤，兔头做好了也是一绝。唐三心中莫名有些不悦，却没多想便点头应下。看着走在前面的唐三，我心情不错，武器马上到手，真期待早日射死那只小兔子。可到了唐三家中，唐昊却放下酒壶，最好的弓他拉不开的。唐三也站了出来，你换个要求吧，拉不拉得开弓先不提，想射得准也得大量训练，搞不好兔子没射到，反而伤了村里人。他挺起胸膛，做出一副正气凛然的样子，仿佛今天不给我武器，不是他不守承诺，而是要为其他村民的安全考虑。他走到墙角，拿过一把锄头递了过来，曹宇，你天赋不行，还是别走魂师这条路了，这东西更适合你。看着1分钟内就完成自我洗脑的唐三，我嘴角又抽了，真尼玛不要脸，这头魂兽是把 CPU 烧了吧？几分钟前刚说好你就忘了，我把弓卖给别人不行，一把锄头才几个钱，还好老杰克在屋里，在他眼中唐三一直是个好孩子，绝不可能不守承诺，一定是唐昊把他带坏了。老杰克死死盯着唐昊，要他给个交代。唐昊嘴角抽了抽，转身回屋拿出一套成品弓箭和一把新铁斧，冷着脸递过来，东西拿去吧，小三也不占你便宜。我立马收回要哭出来的表情，笑嘻嘻接过东西，谢谢叔叔，小三也谢谢你，射到兔子我请你吃兔头。唐门属于川蜀门派，唐三从小吃麻辣兔头长大，可不知为何他突然感觉有些心慌，好像马上就要失去什么了。达成目的后，我没再浪费时间，背起东西跟老杰克打了声招呼便往村外走。回到家中找出准备好的东西，几个银魂币、打火石、盐巴和干粮，头也不回地向村外走去。诺丁城附近零星分布着13个村子，星斗大森林在诺丁城西南方，西面的村子有亡魂村和地魂村，南面只有一个圣魂村。小兔子跟唐三先后到达7社，但2人没在城门口相遇，他大概率走的是西门。取得攻读生名额的村子不是亡魂村就是地魂村。想到这里，我扭头往亡魂村赶去。几个小时后，远远看到村中飘起的炊烟，还瞥见不远处一个身影，粉色裙子，褐色及腰长发扎着马尾辫，兔子耳饰。妈耶，这是心动的感觉！10万年流氓兔小五，终于等到你了，今晚就要吃兔子。深呼吸平复情绪后，我打量四周，确认附近没有目击者，伸手取下猎弓搭上羽箭，远远瞄准了小兔子。那边的小兔子似乎也察觉到什么，下意识扭头往我这边看来。下一瞬，咻，羽箭带着尖笑破空而出，血肉被贯穿的声音响起，小五膝盖处传来一阵剧痛，羽箭径直刺入他的膝盖，眼角瞬间沾上泪花。哎呀，这世界太可怕了！一个6、7岁的小家伙下手这么狠，我又没得罪过他，他到底为什么要攻击我？强忍剧痛躲到大树后，过程中又有几支羽箭射到他腿上，我心跳飞快，扫过地面那几朵刺目血花，确认猎物躲藏位置后，收起猎弓，握住了2个月内划开过近100只柔骨兔胸膛的斧头，悄悄绕到小五视野盲区，躲在灌木后面用余光观察。我飞快在脑子里盘算，小五左腿中了2箭，但没伤到骨头，箭已被拔出，还能动弹。右腿膝盖那一箭走了狗屎运，擦着骨缝射进去，右腿基本废了。这种情况他战力几乎为0，伤口出血量不大，指望他失血过多昏迷不现实，直接动手。打定主意后，我猛地窜出去，过程比想象中顺利。在小五惊恐的叫声中，我一斧子朝他脖子砍去。完蛋了！小五看着离自己越来越近的斧子，泪水止不住的流。我好傻，为什么要这时候跑出星斗大森林？大明二明，我们来世再见。可片刻后，他没感觉到疼痛，睁开眼发现斧子夹在颈间。正当他要开口时，我迅速翻转斧头，用斧背砸在他后脑上。看着晕过去的小五，我心头狂喜，嘴角比 AK 还难压。10万年魂骨基本到手了，不行，中途开香槟是大忌，没吃到嘴里绝不能放松警惕。我再次观察周围环境，确认没有幸运的目击者后，从小五衣服上撕下布条简单包扎，防止搬运途中流血流死。包完又用剩余布条将它捆绑好，套上麻袋，马不停蹄往之前打猎时找到的隐秘地点赶去。2个多小时后，明月高悬，我背着小五来到住了2个月的山洞。我随手把麻袋丢到地上，别装了，我知道你半路就醒了。见小五还在装死，我一脚踹过去，麻袋蠕动了一下，我解开绳子，露出一张楚楚可怜的俏脸。你到底是谁？你想干什么？斧头架在他脖子上，别装了小兔子，我们来谈谈，谈不妥我就直接杀你。锋利的斧刃贴近脖颈，小五止住哭声，惊骇地看着我。你知道我是魂兽？我蹲下用斧面拍了拍他的脸，我不光知道你是一头10万年柔骨兔，还知道你母亲是被教皇比比东杀的。小五瞪大了眼睛，我没等他说话，直接用斧柄堵住他的嘴。我知道你很急，但你先别急，听我把话说完，同意你就点头，
知道没有逃跑机会的小五眼神暗淡下去，我也不墨迹，直接开始 CPU 他。这个世界有3个地方有神位传承，其中一处就是你杀母仇人比比东所在的武魂殿，他已经获得罗刹神传承，神考进行的差不多了，20年内就能成神。我知道你出来是为了报仇，可你现在觉得自己还有希望吗？小五抬头看向我，眼里除了仇恨还藏着一丝恐惧。你到底想说什么？你怎么知道这些？凭什么相信你？正常来说你这辈子都没机会报仇，你出来有一段时间了，可你现在连第一魂环都没凝聚，你别在这装神弄鬼，你不就是想骗我献祭吗？我告诉你，我小五就算一头撞死在山洞里，也不会献祭给你。本来我只想杀你拿魂骨，但既然抓到你了，自然要改变计划，连魂环一起拿。你直接杀了我吧。话别说得太满，你母亲还没死透，她的灵魂还残存在魂骨里，藏在人迹罕至的荒山中。听到母亲还没死，小五再也控制不住情绪。你怎么知道这些？你没凝聚第一魂环，你母亲是被比比东杀的。比比东第2武魂是死亡蛛皇，你母亲成了他的魂环。你提到的大明2明是指10万年天青牛蟒和泰坦巨猿。随着我说出的信息越来越多，小五眼中的仇恨逐渐被惊骇取代。见火候差不多了，我说出条件，只要你献祭给我，我可以用武魂起誓，我会在比比东之前成神，之后将你和你的母亲复活。你凭什么觉得你能成神？斗罗大陆上万年才出了2个神，我知道的秘密很多，也知道神位传承之地的机缘，靠着这些，我有希望先你仇人一步成神。而且你现在除了献祭给我，还有别的选择吗？小五沉默下来，我召唤出蓝银草和巴雷特武魂，你和那个女人一样，都是双生武魂，比比东是双生武魂，我也是。你献祭给我，我将拥有前无古人的10万年第一魂，先天资质也会更强，连我都没资格成神。你觉得斗罗大陆上还有谁？小五的眼神里充斥着迷茫。时间一点一滴流逝，就在我快要按捺不住的时候，他终于开口：我可以献祭给你，但你要用武魂起誓。他眼眶血红，既有愤恨也有解脱。比比东如同一座高山压在他头顶，双生武魂加神考在身，他看不到任何复仇的希望。他也清楚，眼前这个人类小孩绝不会放过自己，不同意的话绝对会杀了他，取走魂骨。我点点头，郑重承诺：神明在上，我曹宇以武魂起誓，未来一定复活小五和他母亲。如果没做到，让我武魂碎裂而死。小五眼角溢出泪水，妈妈，大明2明，原谅我！呢喃一声后，他直接开启了献祭，赤红色光柱亮起，小五的身躯化作血红色水晶融入我的身体。与此同时，圣魂村中唐昊正在教唐三锻造，他突然感应到什么，猛扭头往窗外看去。10万年魂兽献祭，丢下锤子就要往外冲，可此时唐三突然跪坐在地上，一只手捏住胸口，蜷成一团，好疼，我的心好疼，泪水止不住的流下。唐昊皱了下眉头，停住脚步。唐三是他复仇的希望，他不能失去唐三。随着小五身影逐渐变淡，我的巴雷特武魂也发生了变化，通体如同粉色水晶打造的艺术品，一圈血红色魂环套在上面，同时左腿闪过一道血光，小五的魂骨显现出来。献祭时间很短，但我没敢浪费任何时间。10万年魂兽的本源对我来说还是太多了，周身还有残余魂力在飞速逸散。好在魂环套在了巴雷特上，不是头部或躯干等重要位置，左腿骨刚好跟蓝银皇右腿骨不冲突，残存能量让我的魂力直接从1级飙到了11级以上。魂骨技能跟原著一样，瞬移和无敌金身。简单确认后，我不敢在原地停留。小五献祭的动静太大，唐昊作为封号斗罗必然感应。我提上小五本体，召唤巴雷特几枪破坏掉山洞布置，借助飞速逸散的魂力使出刚获得的瞬移往远离圣魂村的方向冲去。几分钟后，我来到山脚下，体内的魂力也基本耗尽了。唐昊老狗是封号斗罗，他会飞，我直接跑也跑不出多远。大半夜在山林里奔跑太显眼，未必躲得过他的视线。扭头看向不远处的泥潭，咬咬牙带着小五的尸体跳了进去。几分钟后，一道披着黑袍的身影出现在山洞中。唐昊皱眉环视四周杂乱的环境，来晚了，到底是谁被10万年魂兽献祭了？他自身的魂骨虽已满了，可唐三没有。如果对方不够强大，杀人夺骨也是个不错的选择。他飞到空中，不断搜索周围数十公里的情况，而我正藏身泥潭之中，只露出2个鼻孔呼吸。2个多时辰后，唐昊才心有不甘地离开。整夜他又陆续来了2次，直到天色微微亮起，再三确认四周无人后，我才踉跄着从泥潭爬出。此时我面色苍白如纸，一摸额头，体温高的吓人，赶紧把死去且被泥浆包裹的小五放下，简单挖了个坑将其埋了进去。入土为安吧，小兔子，等我成神了，你也用不到这具身体了。完成这些后，我拖着疲惫的身体往亡魂村走去。3小时后，一个老者打开院门，发现了倒在地上近乎昏迷的我。等我再次清醒已是1天后，昏昏沉沉从床上爬起，活动了一下僵硬的身体。我唤出巴雷特武魂，此时的枪身整体色调和材质已完全改变，之前漆黑如凶冰，如今通体如粉红水晶打造的艺术品。那套在枪身上的10万年魂环散发着惊人威势，我赶紧查看魂技，跟原著不同，小五献祭带来的第1环中，保命神技虚无保留了下来，但爆杀8段摔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叫冲击波的新魂技，以自身精神力塑造特殊子弹，直接攻击对方灵魂，注入精神力越多威力越大。同级敌人如果没有精神防御类魂技或魂骨，一枪就能结果对方，还不用担心精神反噬。卧槽，这下真要起飞了！唐三，你老婆的魂骨和魂技真好用，刚好手有些痒，得找个目标试一下。1个小时后，我看着几百米外山头上低头吃草的梅花鹿，直接召唤巴雷特，10万年魂环亮起，精神力被逐渐抽取，一颗晶莹剔透的透明子弹在手中凝聚出来，插入弹夹架起，巴雷特瞄准目标，果断扣动扳机，射击没产生什么噪音，只是子弹出膛的瞬间，一阵透明波纹从枪口不断扩散。子弹命中目标的瞬间，那头梅花鹿没有任何征兆的倒下去。我走到跟前检查，身上没有伤痕，但已经失去生命体征，应该是被击中的瞬间就被搅碎了
灵魂。我继续寻找目标，同时也尝试瞬移魂技，每次最大距离不超过100米，消耗的魂力随距离增大而提升。这简直就是集保命、战斗、潜入为一体的超级神技。制作出的子弹如果不及时使用，1个小时内就会消散，但插入巴雷特弹匣就能永久保存。弹匣虽有10个位置，但我完全可以提前制作好大威力子弹压入备用。想到这里，我又照出蓝银草武魂，整体变化不大，只是在草叶上多出一道血线，韧性和强度都有了一定提升。前世的观点认为蓝银草应该走辅助奶妈路线，玉小刚给唐三选的控制系是不正确的，走哪个流派，选什么魂兽，怎么分辨年份，想想就头大。要是在魂环或魂骨中沉睡的那只小兔子醒了还好说，寻找魂兽和辨别年份的事可以全丢给他。跟玉小刚这个知识搬运工相比，小五明显更靠谱。突然我脑中灵光一闪，玉小刚不是正在诺丁城里吗？他从武魂殿带出了不少珍贵书籍，还有一条储物腰带，看来也只能苦一苦玉大师了。他的储物魂导器也挺像，这次过去连书带腰带一块抢了，到时候谋划蓝银黄魂骨时也能方便些。有了思路后，我匆匆往诺丁城赶去。6、7个小时后，终于在半夜赶到，小心躲开城上守卫视线，寻了一处无人看守的城墙，直接使瞬移进了城。城中没什么行人，我快速找到一处塔楼攀爬上去，站在楼顶借着月光远远观察学院中的情况。想不到除了玉小刚之外，竟然没有一间教师房间亮着灯，什么情况？这玉小刚深夜空虚寂寞冷，这么晚了还不睡？玉大师，看来你命数已尽了。我迅速确认几处合适的狙击点，使出瞬移，悄无声息落到地上。5、6分钟后，成功来到距离玉小刚住处1500米外的一处制高点，确认没有异常后，我召唤出第2武魂，借助巴雷特的瞄准镜观察起来。此刻玉小刚正不断翻找从武魂殿带出的藏书，为什么老天要这样对待我？我都已经成为理论无敌的大师了，为什么还是找不到解决武魂缺陷的办法？我不甘心啊！哭嚎2声后，他无力瘫坐在地上，珍贵资料散落一地，唯有武魂10大理论被他抱在怀中视作珍宝。我没理会他要干什么，迅速将一颗消耗了10%精神力的子弹装进弹夹，上膛拉栓，一气呵成，调整好呼吸，瞄准玉小刚的脑袋，果断扣动扳机，下一瞬透明子弹射出，接着准镜我清晰看到玉小刚直接瘫倒在地，我迅速收起武魂往他住处赶去。5、6分钟后使瞬移进屋，玉小刚正躺在地上一动不动，我摸了下他的脉搏，还活着。不应该啊，魂王以下魂师精神力并不强，就算我只用了10%精神力，魂王以下中枪也该是必死才对，管不了那么多了。我一巴掌拨开玉小刚的手，将挡在他储物腰带前的武魂10大理论抓起，像丢垃圾一样扔进垃圾桶，一把扯下他的腰带，用魂力感知后，眼中露出惊喜。腰带上每个玉石提供1立方米空间，整整24立方米可用。更关键的是，腰带里居然有几千金魂币和一张金魂币卡。取出卡片看了一眼，卧槽，卡上还有上万金魂币。想不到玉大师竟然是个土财主，想想也是，他高低是个大魂师，每月能从武魂殿领10个金魂币补贴，在诺丁城蹭吃蹭住了20多年，只进不出，有点积蓄很正常。更何况他还是蓝电霸王龙家族家主之子，离开宗门时多少也能带点钱出来。收好这笔意外之财，我将腰带中其他杂物全倒出来，快速收集屋内的书籍。我并未注意到，就在翻箱倒柜时，一些特殊物质正从玉小刚身上溢散出来，他的第2武魂开始拖拽吸收这些东西。5、6分钟后，将所有从武魂殿带出的珍贵书籍打包好，我缓缓走到玉小刚身前，将枪口对准他的眉心。杀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唐三，不杀的话或许可以拿来做局，吸引比比东上钩。计划得当，说不定能提前做掉比比东。正当我犹豫时，一道身影突然从魂环中探出头来。小屁孩，你这是在干嘛？看着从魂环中探出头来的小五，我顿时有些懵逼。原著中小五献祭给唐三后再次相见时，身影是虚幻模糊的，完全无法交流，只能勉强感知情绪。可现在的情况跟原著完全不同，我跟小五不但能交流，他的身形还很凝实，就像拥有了实体。意识到事情超出掌控，我皱起眉头，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我直接尝试收起武魂和魂环，下一秒小五和巴雷特一起消失在原地。还好事情没到最坏的地步。我扭头看向倒在地上的玉小刚，难道跟他有关？原著中罗三炮的状态跟现在的小五倒是有些类似。思索片刻后，我决定先观察一下。左腿魂力涌动，下一瞬我便出现在魂师学院之外，迅速找到一家旅店住下，关上门。我再次召唤巴雷特，武魂出现的瞬间，小五就从魂环上浮现出来。喂，坏小子，你刚刚为什么不回我话，还把我收回魂环中？你知不知道在里面无聊死了？看着眼前叉着腰瞪着自己的小兔子，我不由捏了捏眉心。你什么时候醒过来的？我也不知道啊，反正就是醒过来了。小五吐了吐舌头，还有你那么凶干什么？我都已经灵魂献祭给你了，说清楚什么时候醒的？醒来时有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看到我有些严肃的表情，小五被吓了一跳。你个小屁孩凭什么呀？我都成你魂环了，还给你10万年魂骨，你凭什么这么对我？坏小子，我不理你了。说完他回到魂环中不肯出来，我皱了下眉头，只好坐下感知武魂。不对，下一瞬我猛地睁开双眼，巴雷特莫名多出了一种凝视感，凝聚子弹时无论是速度还是凝实度都大幅提升，到底是因为什么？深呼吸平复心情后，我挤出微笑对魂环说，小兔子，你出来吧，刚才是我不对，保证不凶你了。话音刚落，魂环波动了一下，小五从中悄悄探出头来，为我告诉你啊，你不准凶我，保证不会了。
正式认识一下，我叫曹宇，你什么时候醒来的？醒来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异常？灵魂状态的小五坐在枪管上，拖着下巴思考。我刚睁开眼就看到你在那个房间里找东西。至于异常，你那个武魂好像一直在从那个大叔身上吸取什么东西。当你拿着武魂对准地上昏迷的老头时，我就发现自己可以从武魂中出来了。别的事我就不知道了。在吸取东西，我一下抓住重点，答应你的事我一定会办到。你再回想一下，还有遗漏吗？小五松了口气，没有遗漏了，我知道的都跟你说了。我没等他说完，直接伸手打断，将武魂收了起来。被收回武魂空间后，小五都还没反应过来，混蛋小鬼，我再也不要理你了。天亮后，昏迷的玉小刚终于被人发现，学院哗然，院长亲自请来治疗系魂师，却始终找不出昏迷原因。直到开学前7天，玉小刚才醒来。我坐在桌边翻找着堆放的珍贵资料，经过这段时间查找，心中依稀有了猜测。玉小刚的武魂罗三炮是整片大陆唯一拥有自我意识且能离体战斗的武魂，会不会是罗三炮替玉小刚挡下了那一枪？魂师学院马上要开学了，我必须在开学前1天离开诺丁城，去取走蓝银皇的魂骨，同时避免被唐昊抓住。夜间，玉小刚住处中，瘫坐在轮椅上的他怔怔看着空空如也的书架，又摸了摸空荡的腰间，两眼发红。为什么？我到底做错了什么？到底是谁对我下了黑手？是比东那个贱人吗？砰！眼前的桌子猛地爆裂开来，玉小刚被吓了一跳，拼命召唤罗三炮，却始终无法做到。三炮，你出来啊！砰！又是一声枪响，面前地板被打出个大洞。玉小刚感受着身上传来的疼痛，脑中闪过一道灵光，武魂附体。下一瞬，他的肚子猛地弹出，耳朵变大，嘴角长出獠牙，变成猪妖模样的玉小刚朝四周不断叫喊：谁？到底是谁？你把我害得这么惨还不够吗？是比东派你来的吗？学院外围的制高点上，我通过瞄准镜观察着玉小刚的一举一动，没有办法将武魂召唤出体外了吗？看来我的猜测可能是正确的。得到想要的信息后，我立刻收回武魂。刚才没用冲击波魂技，只是用武魂平了几下，闹出的动静已经吸引了不少魂师。左腿魂力涌动，下一瞬我便消失在了原地。7日后，诺丁城初级魂师学院开学，天微微亮，唐三就和老杰克收拾好东西往诺丁城赶。而此时我早已在蓝银皇所处的瀑布外等待了一夜，默默算好时间后召唤出小五。曹宇，你真的确定这里面有蓝银皇和他的10万年魂骨吗？蓝银皇肯定在，但魂骨有没有我不太确定。见小五还想问，我直接打断，我之前跟你说过，蓝银皇有人看守，我们时间很紧，不信你自己去看看就知道了。要我办事还这个态度？小五一甩蝎子，便抱着手臂转过身去，缓缓向瀑布中段飘去。1分钟后，他成功进入石壁，我也通过感知出现在他身边。小五傻愣愣站在原地，内心很乱。如果真像我说的那样找到了蓝银皇，那神考之类的信息大概率也是真的。见他已经走远，我也不再停留，率先往洞内赶去。很快，我们来到山洞尽头，一处稍显宽敞的石室内，一株摇曳起舞的蓝银皇出现在面前。我二话不说，直接架起巴雷特，弹夹内早已装满10颗注入了100%精神力的特殊子弹，10连发，全部狠狠注入蓝银皇体内。下一瞬，蓝银皇舞动的枝干停止了，有些不忍的小五没再停留，直接回到魂环之中。我很快找到原著中提到的暗藏机关，刚打开一小条缝隙，一阵柔和气息就传了出来。我迅速关上盒子，到手了，蓝银皇的10万年右腿骨。控制住情绪后，我转头看向不远处的蓝银皇，他的魂环最适合我的武魂，但年限可能只有90年左右，我有些拿不定主意。蓝银皇太过稀有，整个大陆只有眼前这一株，吸错了最多后悔2天，不吸也许要后悔一辈子。不管了，我盘膝坐下，将魂环牵引过来，以自身跟蓝银皇的适配性吸收100年魂环，完全感觉不到什么压力，10几秒便完成了吸收。卧槽！第一魂技蓝银领域，我嘴角比 AK 还难压。虽然蓝银领域只是刚觉醒状态，但拥有的能力是伪装，有了这个能力，后续吸收超年限魂兽也不怕引人注意了。就在我惊喜时，边上的蓝银皇却在极短时间内开始枯萎发黄。我皱了下眉头，用精神力感知，彻底失去灵魂了。看来唐三他妈没了。精神力继续深入，一颗充满生命气息的东西出现在感知中。我迅速拨开蓝银皇生长出的土壤，一颗蓝金色种子出现在面前。蓝银草是整个斗罗星最坚韧最顽强的植物，蓝银皇作为他们的王者，并不会真正死亡，只是阿银的灵魂死亡了。后续从种子出现的蓝银皇跟之前没有任何关系。突然我有了个大胆的想法，养殖蓝银皇，等我需要魂环时就在收割吸收带来的魂环。我真他娘的是个天才。想清楚后，我从腰带中取出玉盒，将生命之种放好，迅速在洞内检查一番，确认没留下痕迹，便立马往远方跑去。与此同时，正跟老杰克赶路的唐三突然抽搐着倒在地上。该死，又是那种感觉，我到底是怎么了？不到1个月，这种痛彻心扉的感觉就来了2次，我中毒了吗？他心中燃起一股无名火。不远处藏着的唐昊见到唐三的表情，心中也涌现出不好的预感。3日后，一处洞穴中，蓝金色光芒的光团消失，我睁开双眼，从沉睡中醒来。蓝银皇的10万年右腿骨已炼化完毕，跟原著一样，提供的是飞行和自愈能力。自愈能力不用说，唐三能从杀戮之都杀出来全靠这个。飞行能力对我来说更重要，毕竟我是玩枪的，飞在空中意味着能无视地形，获得广阔视野，再加上远程击杀能力，我将成为大部分地面魂师的噩梦。我从腰带中取出装有蓝银皇种子的玉盒，又将小五从魂环中召唤出来。哎呦，你干嘛？我睡得好好的，你把我叫起来。有起床气的小五一边抱怨一边浮现在我面前。小兔子，我有事请你帮忙。见我正色起来，小五也识趣的收起小性子。你应该会种草吧？我是吃草的，又不是种地的，以前不会现在可以学。你也不想以后见不到妈妈吧？我越快成神，你才能越快见到
到母亲。小五很想拒绝，最后也只能咬牙答应。给他灌了几口鸡汤后，我再次往天斗城方向赶去。5、6小时后，有些困顿的我停在了一处茶摊前，刚坐下，不远处一桌客人的对话引起了我的注意。现在的小孩子有些恐怖啊！诺丁城的初级魂师学院出了个天才学员，好像才6岁，就因为几句口角就直接嘎人了。2位叔叔，我对你们说的事情有点兴趣，能跟我仔细说说吗？2人扭头看来，见到我只是个7、8岁大的孩子，眼睛一亮，可以啊，小朋友，你要不要跟我们走，去我们那儿？卧槽，人贩子！没有多想，我直接召唤蓝银草武魂，几秒内就缠绕到2人脖颈上。不远处的店老板看到我的武魂和百年魂环后，悄悄退了出去。魂师大人饶命啊！别浪费时间，把那个诺丁城天才的事告诉我。简单交流后，得知他们说的应该就是唐三，那小子杀了门房，但在展示出天赋后，学院便没再为难他。真是个不平等的世界！魂力涌动，我直接扭断了2人的脖子。就在这时，依稀听见不远处传来的说话声，我抓起桌上的金魂币，迅速朝山林中跑去。就在我离开后不到半分钟，一批人匆匆赶到茶摊附近。这2个废物，一个气质阴沉的大胡子中年人，一脚踩在2个倒霉蛋脸上，直接开武魂，绝不能让他跑啊！能在这个年纪就成为魂师，先天魂力不会低于7级，觉醒的还是蓝银草武魂，不像什么大势力成员。拿下这一单，未来3年都不愁吃喝了。我仔细辨别了一下，那批人中最强的大胡子也只是个3环魂尊。不再犹豫，我迅速召唤巴雷特，将瞄准镜中的准星对准大胡子。砰！大胡子胸前炸出个大洞，直挺挺倒在地上，边上的人笑容僵在了脸上。砰砰砰！我没给他们反应时间，又是几声枪响。第一个倒下的是茶摊老板，反应过来的几人四散逃窜，可我借助魂骨飞行能力来到空中，连开数枪，片刻后仅剩一个1环魂师还活着。我收起武魂向他飞去，说说吧，你们什么来头？大人饶命，我们是法诺斯拍卖行的捕奴队，在附近有个据点，最强者就是刚刚死掉的浩哥，据点内还留了3个2环魂师看守。几分钟后我结束审问，干脆利落扭断了他的脖子。知道了我的样子，必须杀干净。10分钟后，我在偏离官道的小路中发现了一处由几间平房组成的小院，收好巴雷特，是时候试试蓝银草的实战能力了。走到小院入口，一个清瘦男人刚好走了出来，在他惊愕的目光中，我召唤蓝银草武魂，下一瞬蓝银草飞速生长缠绕到他身上。见到我的魂环和武魂后，那人也反应过来，就是老大刚刚去追的猎物，一个1环蓝银草魂师还敢找上门。他召唤武魂拼命挣扎，我不再留手，没给他使出魂技的机会，直接扭断脖子。另外2人听到动静慌忙赶出来，迅速召唤武魂，一个是螳螂，2个黄色魂环，手肘触骨刃锋利，另一个是铁棍，魂环1白1黄。我控制蓝银草像触手一样胡乱劈向2人，仅数秒他们身上就多出道血痕。螳螂男被分了心，下一秒几根蓝银草触手出现在他面前。我淬灵螳螂可是高级武魂，怎么连蓝银草都斩不断？他侧身使用骨刃斩去，可骨刃接触到蓝银草的瞬间，他就意识到不对，这蓝银草的强度也太离谱了。二狗开路，铁棒男不敢犹豫，直接催动第2魂技，黄色魂环闪动，他高高跃起，铁棒上套了层虚影，粗了好几圈。院外的我眼睛微眯，控制更多蓝银草触手劈去，铁棒男拼命催动魂技为身后的人开路，几秒内身上遍布血痕被抽飞出去。一直躲在他身后的螳螂男抓住机会冲破蓝银草封锁，来到院外，直接催动第2魂技，双刃架在身前，以左腿为轴迅速旋转，近100道刀芒向四周飞射。我不再克制，左腿魂力涌动，消失原地，没受什么伤害。可倒在不远处的铁棒男却被刀芒射成了筛子。停下旋转的螳螂男还来不及观察周围，我凭空出现在他头顶，双手托住他的脖子，咔嚓，螳螂男顺势倒在地上。迅速打扫战场后，半小时后，我略带兴奋地从屋中走出，捧着6000金魂币和一块被放置在匣子内的不知名黑石。这些家伙挺有钱的。我拿起黑石观察，一股腥臭味，这特么什么勾巴玩意儿？正思考要不要找人鉴定时，小五突然冒了出来，快把这东西丢掉！怎么了？小五脸色微微发红，这种东西不适合你这种小孩子用，你快点丢掉！说话间，他身体不自觉向后缩了缩，看着小五的表情，这玩意儿不会是金胶吧？这可是能增强体质的好东西，没想到还有意外收获。我递过去，小兔子，想不想知道金胶的厉害？浮在空中的人有些呆呆看着我。曹宇，你知道这东西是金胶，但不知道它是干什么用的，对不对？见他这副害羞的样子，我决定逗逗他。我知道啊，它能强身健体，我准备晚一些就服用。小五嘴角抽了下，强身健体是什么鬼啊？我也懒得再逗他，坦言金胶能让火属性魂师化开服用，提升身体素质，以吸收超越年限的魂环。小兔子，你也不希望我无法先比东一步成神吧？小五啐了一口，直接回到魂环之中。我收好这块5000年份的金胶，此物与我有缘。随后处理掉尸体，再次踏上前往天斗城的官道。1个月后，一边赶路一边修行的我终于来到天斗城。刚进城就听到前方人群处传来争吵声。风啸天，我和你说过多少次了，你比我大了5岁，我只喜欢比我小的，你别跟着我了。火舞妹妹，我不大的，我也才17岁而已。我嘴角一抽，100万人口的天斗城，这么快就遇到了原著中的配角。风啸天，你真不是我的菜。火舞随意扫了一眼旁观人群，突然眼前一亮，等等，怎么会有这么好看的男孩子？因蓝银草武魂进化，本就俊朗的我在人群中格外显眼。火舞眼珠一转，有了主意。风啸天，我有喜欢的人了，你别跟着我了。说完，他快速向我跑来，张开双手扑来，我默默向后退出2步，砰的一声，火舞扑倒在我脚边。风啸天瞬间红温，混蛋，你离我的火舞妹妹远一点啊！倒在地上装死的火舞黑着脸站起来。风啸天，你那么大声干什么？我转身往人群后走去，不想掺和，谁知火舞竟追了上来。喂，你等一等，我有事找你。你在哪个城市学院上学？要不要来我们赤火学院？我能让你特招入学哦。没兴趣。我甩开他的手想赶紧离开。你考虑一下嘛，我们学院真的不错，作为赤火学院院长的女儿，
我有责任为学院招揽有天赋的学生。我有些无奈，正想再次拒绝，突然想到储物腰带里的金蛟，眼前这12岁左右，最多大魂师的火舞正合适让他帮忙，不用担心危险。想到这里，我收回冰冷表情，1秒大变脸，笑容满面，反抓住火舞的手。这怎么好意思呢？你叫我厉飞宇就好，我确实有件事需要你帮忙。看到我拉住自己的手，火舞脸刷一下红了，赶忙抽回手，这次是真的害羞了。魂环空间中的小舞想骂我混蛋，却直接被我闭了麦。火舞脸色发红，略带扭捏的看向我，我叫火舞，跳舞的舞，你叫我小舞就好。闻言，我嘴角不自觉抽动，当面 NTR 真的好吗？火舞姑娘，你现在有空吗？我刚好有件事找你帮忙。说着，我直接拉着发懵的火舞走向一旁旅店。等看清旅店周围的陈设后，火舞张大嘴巴，一把甩开我的手。现在的小孩子都这么会吗？你居然是这种人！火舞小姐，你误会了，我真的只是找你帮个忙而已。我看向一旁吃瓜的旅店老板，递出一枚金魂币。你好，一间房。旅店老板冲我露出暧昧笑容。上楼右转第3间就是您的房间。火舞看在眼里，目光逐渐冰冷。呵呵，我倒是想看看你要搞什么花样。我率先往楼上走去。片刻后，我们先后进入房间。我咔嚓关好门，放上插销，看着我麻利的动作，火舞眼中冷意更甚，暗中催动魂力。我直接抬手将金蛟递到他面前。火舞姑娘，你知道这是什么吗？火舞傻眼了。我立马编起故事，这是我意外得到的宝物，需要你帮我融化它。看着眼前黑乎乎的石头，火舞面色微红。好家伙，感情是自己想多了。他翻了个白眼，接过东西，开始尝试融化。随着魂力注入，一股奇异香气散发出来，黑色金蛟上出现点点金色光斑，逐渐变成暗金色胶质物。火舞姑娘，这次真要谢谢你了，我还有点事，暂时就不留你了。那我走。我单手打开房门，做出请的手势。火舞一脸懵地走了出去。我快步回到床边，盘膝坐下，一口将金蛟吞了下去，开始炼化。热流冲刷四肢百骸，气血翻涌间，身体逐渐淡红，汗水不断流下。10分钟后，我缓缓睁开双眼，身体素质提升了不少，或许可以考虑5000年级别的第2魂环了。打开房门，便看到蹲守在外面的火舞。你怎么还在这儿？什么叫做我怎么还在这里？你这说的是人话吗？火舞捏了捏拳头，站起身，活动手脚。飞羽弟弟，作为过来人，我告诉你，魂师的修行离不开战斗。走上斗魂场，让姐姐教教你怎么当一个合格的魂师。我耸耸肩，多谢好意，我想我并不需要你来教我该怎么战斗。两人拉扯着走下楼，旅店老板用隐晦的眼神打量着我，暗自嘀咕，可惜了，我记得这个小姑娘好像刚进去没多久就出来了。在她同情的目光中，我退了房，转身离开。不远处，风啸天正神色恍惚地走来，听到火舞的声音，立马来了精神，抬头一看，便直接瘫倒在地。在他的视线里，火舞正抓着我的手臂从旅店中走出，魂师的五感让他清晰看到我汗湿的衣衫。风啸天仰天长嚎，我知道脱身机会来了，冲火舞摊手。火舞姑娘，也许你该去安慰一下你的朋友啊，他似乎误会了什么。说完，将魂力附着在腿上，快步向远方跑去。第2天清晨，我早早出了天斗城，一路往落日森林赶去。7日后抵达森林外围一处隐蔽山谷，我站在石壁上观察环境，这地方还算不错，就选这里吧。小舞，你说呢？小舞缓缓浮现，这里光照充足，还有水源，确实适合培育蓝银草。但你没发现不正常吗？这里听不到鸟兽虫鸣。话音未落，一阵嗡鸣传来，金色光柱朝我激射而来，左腿魂力涌动，我消失原地，光柱打在身后石壁上，碎石飞溅。我和小舞出现在半空中，一条20几米长、水桶粗细的怪异蟒蛇出现在视线中。这条蛇大概多少年修为？小舞简单看了2眼，5000年碎金蟒，无毒，能改变颜色融入周围，善引你洗头洗，口中能喷射能量波，威力不错，但需要蓄力。我直接召唤巴雷特对准碎金蟒，砰的一声，蟒身上被出个血洞，它嘶鸣一声，眼中露出人性化的恐惧，伏低身体向远处逃窜。我催动瞬移闪身出现在它头顶，连发模式开启，碎金蟒整个舌头被轰得稀烂，一圈紫色魂环飘了起来。小舞捂着嘴巴飘到我身前，你这奇怪武魂居然真能连发，还这么夸张？你现在才20级魂力，随随便便的攻击都有魂王水准，我看了这么多典籍就没见过这么厉害的武魂。我嘴角抽动，轻咳2声，你现在不是见到了吗？不顾他幽怨的眼神，收回武魂，缓缓落地，看着地上残破的蛇尸，小舞嘀咕，怪不得这山谷连声鸟叫都听不见。我心中一动，小舞，直接把蓝银草移植到这具尸体上可以吗？对植物系魂兽来说这不是大补吗？小舞拖着下巴思考片刻，翻了几本书，植物系魂兽确实可以吸收其他魂兽加速修行，但蓝银草是特例，它太弱小了，我甚至怀疑100年以下的蓝银草算不算植物系魂兽。普通蓝银草吸收这些能量可能会被撑死，不过我有一株蓝银黄，完全可以用它引导，就算成活率低也有希望。之后选取成功吸收的作为第1代植株，反复几次未必不能培育出新品种蓝银草。就在他充满干劲想下去干活时，我怀中的蓝银黄传出一阵特殊波动，我赶紧取出来看着不断摇曳的植株，他这是怎么了？曹宇，把它放下来吧，小家伙这是准备接受第2次陷阱。我眼中露出喜色，将蓝银黄放在地面，片刻后一股无形波动从他身上蔓延开来，周围几十米内的蓝银草纷纷向他倒伏，点点绿色光点从叶片升起飘向蓝银黄，数不清的绿光融入体内，它开始长出新的枝叶，高度不断上升，那些献祭生机的蓝银草都萎靡下去，部分甚至出现枯黄。就在这时，蓝银黄突然抖动一下，一圈无形波纹以它为中心传递出去，我的蓝银草武魂产生悸动，下意识召唤出来，它与蓝银黄产生共鸣，散发出蓝金色光彩，迷迷糊糊间
间我发现自己已和四周蓝银草建立联系，能借助他们感知周围情况。四周蓝银草也顺势向我拜伏下来，我心中一惊，卧槽，我的蓝银领域进化了吗？就在我兴奋时，一道稚嫩意念传来，你好啊！我挑眉看去，不远处的蓝银皇正挥动枝叶，像是在打招呼，又像是在撒娇。他的灵魂已经成长起来了。看着手中的进化后蓝银草和不远处的蓝银皇，我再也克制不住笑容。今天真是双喜临门，小兔子，你去看看蓝银皇吧，有惊喜哦！小五眼睛一亮，快步走上前，将手指搭在蓝银皇枝叶上细细感知。片刻后，他脸上浮现笑意。这次获得献祭的范围比上次大很多，小家伙得到的好处也多。他现在的灵魂已经强大不少，除了情绪外，居然已经可以跟我们简单沟通了。曹宇，我们就以这些蓝银草作为第一次实验对象吧。你搭好庇护所，我们这段时间就住在这里。我默默点头，快步走到碎金蟒尸体边，召唤巴雷特开启扫射模式。砰砰砰，数十枪后魂力耗尽，蛇尸成了一滩烂肉。我从腰带取出铁锹，挖掘周围土壤覆盖上去。1个小时后，泥土已全部铺满。我再次召唤小五，双方默契行动，小心翼翼从附近挖出一株又一株蓝银草，移植到覆盖蛇躯的浮土之上。临近傍晚时才搞定。我揉了揉发酸的腰杆，再次使出蓝银皇的治愈魂技，清凉感传来。唐三，你母亲的魂骨真好用。小五娴熟地掏出纸笔开始记录。武魂力2637年2月18号，新品种蓝银草培育实验开启，首次选择植株103株特殊蓝银草，能量供体5000年金土双系魂兽碎金蟒。看着他一脸专注的样子，我揉了揉他的长发，心中涌起一股前所未有的坚定。小兔子，我一定会赶在比比东之前成神，彻底复活你和你的母亲。1年后，落日森林外围那座山谷已经彻底变成了蓝银草的地盘。我从山谷深处慢慢走出来，脚下的蓝银草主动分开一条路。1年时间过去，我的个子长到了1.5米左右，身体也比刚来时结实了不少。原本那张还带着稚气的脸，眉眼也彻底张开了。可这会儿我没心情欣赏自己变帅，只是扫了一眼四周，伸手从储物腰带里取出一块血淋淋的残肢，那是7000年云赤虎身上的肉，也是我给这群小祖宗准备的饲料。我随手把那块残肢丢出去，肉块刚落地，整个山谷像被按下了开关，沙沙沙，无数蓝银草瞬间活了过来，草叶贴着地面爬行，密密麻麻朝那块饲料涌去。别抢，都有份！蓝银领域随之展开，柔和的波动覆盖山谷。那些快要打起来的蓝银草总算安分一点。半个小时后，今天的投喂终于结束，我把外围那些蓝银草全部安抚好，才转身回到山谷深处。木屋旁边，接近5米高的蓝银黄小蓝静静立在那里，它的枝叶依旧是蓝金色，光泽柔和，看上去纯净又充满生命力。和外围那些越长越像魂兽的蓝银草相比，小蓝简直像一位安静温柔的皇者。而在木屋周围，10几株形态各异的蓝银草按照属性分门别类的栽培，它们中修为最低的也已经接近万年，放在外面，任何一株都足够让普通魂师头皮发麻。小五正在这些蓝银草之间穿梭，手里拿着笔记本，不停记录他们的状态。他虽然只是灵魂体，可这1年来，他几乎把所有精力都砸在了蓝银草培育上。没有他，我这座山谷根本不可能发展到现在这种程度。听见我的脚步，小五头也没抬。今天外面的投喂弄完了，我随口应了一声，走到小蓝身边，重新开启蓝银领域，和小蓝建立精神连接。小蓝，你现在状态怎么样？能接受新一轮献祭了吗？柔和的意识很快传来，应该可以了。小蓝的声音一如既往轻柔，带着让人安心的温度。完成这轮献祭以后，我大概能拥有3万年左右的修为。小雨，要不这次结束后，我直接献祭给你吧，你拖得太久了，1年多过去，你还没有获取第2魂环。听见这句话，我沉默下来。这1年里，我不是没有修炼，相反，我几乎把能用的时间都用上了。可问题是，我早就卡在20级，没有第2魂环，魂力继续往上冲，就像堵在瓶口的水，再怎么积累也慢得让人难受。小蓝愿意献祭，我当然知道这对我意味着什么，可他一旦献祭，就会重新化作种子沉睡，哪怕灵魂不会彻底消失，也必然要和我分别一段时间。我看着眼前这株陪了我1整年的蓝银皇，心里有点发抖。小蓝，看来我们要分开一阵子。小蓝伸出枝叶，轻轻拂过我的脸，没关系的，小雨，我的灵魂会在种子里重生，只是沉睡一段时间而已。这里有这么多子民，我们很快就能再见。小五也走到旁边，望着小蓝现在的模样，眼神里带着藏不住的感慨。1年时间，没有直接吸收任何魂兽力量，只靠其他蓝银草的本源反馈，就能轻松成长到3万年左右。这种事，我以前想都不敢想。我一听这话，差点当场破防，哪里轻松了？你别睁着眼睛乱讲。这1年我累成什么样，你没看见？为了培养这些蓝银草，我天天猎魂兽，投饲料，调状态，控领域，修为长得慢，真得找找自己原因，看看这几年有没有努力。小五白了我一眼，却没反驳。其实我们都清楚，这座山谷能有今天，不是天上掉下来的。1年前，我靠着蓝银领域和小蓝的配合，让小五的实验顺利开始。没过多久，他就用碎金蟒的身体培育出了第1株可以从魂兽尸体上吸取魂力的蓝银草。从那一刻起，潘多拉魔盒就被打开了。这1年里，我疯狂猎杀万年以下的魂兽，把他们带回山谷当养料。落日森林外围原本魂兽不少，可被我这么一通薅，密度已经低了很多。山谷里蓝银草一族的繁荣，确实是用鲜血和骸骨浇出来的。爽是真的爽，累也是真的累。第2天清晨，山谷深处的空气格外安静，我已经把状态调整到最好，盘膝坐在小蓝下方，蓝银草武魂被我召唤出来，柔软的草叶在掌心轻轻摇曳。和周围那些长得越来越凶残的变异蓝银草不同，我的武魂和小蓝一样，依旧保持着最初那种纯粹的生命气息。小五站在不远处，表情难得严肃。我通过精神连接，轻轻碰了碰小蓝的意识。小蓝，一会儿见。小蓝轻笑，枝叶在晨光里微微晃动。过会儿见。下一秒，
他主动开启陷阱，5米多高的蓝银皇之干缓缓消散，化作无数蓝金色光点，把我整个人包裹进去。光点像温柔的潮水，一层层涌入我的身体，我体内的魂力瞬间沸腾，气血也跟着翻涌起来，整个人像被丢进了温热的海里。很快，一圈黑色魂环套在了我的蓝银草武魂之上。这还没完，在魂环出现的那一刻，整个山谷内所有蓝银草都朝我所在的方向浮倒。无论是山谷深处那10几株万年蓝银草，还是外围那些修为较低的普通个体，全都做出了同一个选择。他们再一次主动献出生机，我心头一震。昨天他们才给小兰献祭我，今天竟然又把本源送给我。外围那些百年蓝银草本就弱一些，此刻身体甚至开始出现枯黄迹象，可他们依旧没有停下。无数本源之力顺着蓝银领域汇聚而来，刚刚形成的3万年黑环颜色开始缓缓加深，而我的第一魂环，那个来自前任蓝银皇，原本只有90年左右的白色魂环，变化更加夸张，几乎一眨眼，它就从白色变成黄色，随后黄色加深变成紫色，最后一点点染成了黑色。10几分钟后，献祭彻底结束，我的第一魂环已经冲到万年，第二魂环更是达到了惊人的5万年。2个黑色魂环稳稳悬浮在武魂旁边，这一幕如果让外界魂师看到，估计当场就得怀疑人生。7岁2环双黑，涛哥一生废，神王多一位都不敢这么离谱，可偏偏这件事就真真实实发生在我身上。紧接着，我苦修1年累积下来的魂力终于爆发，21级、22级、25级、28级、30级，魂力一路暴涨，像堵了1年的洪水终于冲开闸门。等一切平复下来，我已经稳稳站在30级门槛上，只差一个第3魂环，我就能成为魂尊。7岁魂尊，这要传出去，整个斗罗大陆都得炸锅。可包裹我的光茧依旧没有散开，蓝金色光点还在改造我的身体。悄无声息间，我这1年重新长出来的暗蓝色头发，一点点变成蓝金色，我的蓝银草武魂也开始变化，草叶变得晶莹剔透，金色纹路像叶脉一样蔓延到每一处角落。2个半小时后，叮的一声脆响，光茧炸开，我缓缓睁开双眼。第一件事不是查看魂环，而是快步走到小兰原本生长的位置，把它留下的种子小心收好。种子入手微暖，像一颗还在沉睡的心脏。确认小兰没事，我才真正松了一口气。随后，我感知自身状态，忍不住笑了起来。我的武魂完成了第3次进化，从这一刻起，它不再只是蓝银草，也不再只是接近蓝银皇，而是真正的蓝银皇。小五的身影在半空浮现，他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表情复杂到不行。你这个武魂也太奇葩了吧！每次进化，连人都跟着变好看。我挑了挑眉，羡慕。小五懒得搭理我，立刻凑过来观察我的武魂，又把魂环变化，气息波动，叶片纹路全都记进笔记本。等记录完，他才抬起头。曹宇，你准备什么时候把小兰重新种出来？我看了一眼手里的种子，轻轻摇头。过段时间，他的灵魂还需要休养，不能急。完这句，我环视4周，那些刚刚现出本源的蓝银草气息明显衰弱，尤其外围那些低年限个体，叶片颜色都暗了不少。我看着武魂旁边2个黑色魂环，心情有点沉。我没想到他们会这样，昨天刚给小兰献祭完，今天又给我送来更高年限的魂环，短时间内他们很难恢复往日生机。我开启蓝银领域，把自己的意识传递给整座山谷。这段时间我会多猎些魂兽过来，加餐，所有蓝银草都有份，我给你们狠狠补一波。精神连接里立刻传来一片雀跃情绪，那些蓝银草虽然虚弱，却依旧对我充满依赖和亲近。安排好他们，我才开始感知魂环能力。第一魂环还是蓝银领域，但它现在已经补全了更多能力，除了原本的伪装，领域中多出了森罗万象和海纳百川。森罗万象是大范围虚弱，只要敌人处在蓝银领域中，全属性都会被削弱1成，包括魂力。时间拖得越久，衰减越明显。海纳百川就更离谱了，它能把领域内所有蓝银草的生命力转化为我需要的能量，只要周围蓝银草足够多，我的魂力几乎等于无限续航。这种能力在普通地方可能一般，可在这座山谷里简直是主场外挂。第二魂环的能力倒是简单很多，我把它叫做复苏之光，效果类似9星海棠的治疗魂技，只要我的魂力足够，就能给蓝银领域里的生命体恢复伤势。小五听完以后眼睛都亮了，曹宇，单论治愈能力，你现在恐怕比60级治疗系魂帝还夸张。等等，他忽然反应过来，快步走到我面前，你刚才不是还担心那些蓝银草恢复不了吗？那你干嘛不试试复苏之光？山谷深处这些万年蓝银草还好，外围那些低年限个体状态肯定很差，你赶紧去看看。我也一拍脑门，对啊，他们缺的是生命力，而复苏之光正好能把魂力转化成生命力，这不就是专业对口吗？我没有耽误，点头之后立刻朝外围赶去。片刻后，我站在一株几乎枯萎的百年蓝银草面前，它的叶片发黄，根须无力地贴在地面。刚才那波献祭显然已经伤到了根本。我深吸一口气，催动第二魂技，被蓝银领域伪装成黄色的魂环微微闪动，体内魂力瞬间像流水一样倾泻出去。我脸色当场变了，这消耗比我想象中恐怖太多。经过蓝银皇本源和小五本源强化后，我的魂力远比普通魂师厚实。按我自己估算，30级的我，魂力量应该能和普通40级魂宗碰一碰。可即便如此，复苏之光才刚刚展开几秒，我体内魂力就快被抽空。更危险的是，2个被伪装成黄色的魂环微微一晃，竟然有黑色光点往外一散，伪装差点绷不住。我立刻中断魂力输出，黑光消失，魂环重新稳定成黄色。我感受着体内只剩1成左右的魂力，后背都冒出冷汗。这魂技不能乱用，消耗太离谱了。不过效果也是真的强，浅绿色光芒从蓝银皇武魂上扩散出去，覆盖了方圆几十米。被绿光照到的蓝银草，原本低迷的状态迅速好转，枯黄叶片重新泛起生机，连萎缩的根须都慢慢舒展开。我刚松一口气，忽然感知到一股奇怪波动。我转头看去，一株900多年修为的蓝银草
周身竟然开始溢散魂力，它看起来和普通蓝银草差不多，可每一片叶子都锋锐的像刀剑。这是3个月前小五用一株2000年剑兰做容器培育出的个体，我当时还给它取了个外号蓝银剑草。此刻复苏之光落在它身上，它的叶片逐渐变得雪白，形状也更加纤细，无形锋芒从叶片上溢散开来，空气像被割开的一样发出细微颤动。它进化了，而且修为直接跨入1000年。我眼神一下亮了，复苏之光还能加速蓝银草进化，难怪消耗这么变态。我低头看了一眼手中逐渐变弱的绿光，立刻意识到不能浪费。凝聚出来的复苏之光已经在蓝银剑草身上消耗太多生命力，维持不了多久。我当即催动魂力，在山谷外围快速穿梭。1分钟后，复苏之光彻底耗尽，大部分献祭后状态不佳的蓝银草都恢复了不少。可除了那株蓝银剑草，再没有第2株完成进化。我重新走到蓝银剑草面前，蹲下观察，到底哪里不对？是能量不足，还是这株蓝银剑草本来就是特例？我想了半天也没想通。这时，小五的声音从身后传来：“你蹲这儿干什么？”表情跟欠了别人800万一样。我回头看见他，顿时反应过来，眼前不就有个县城专家吗？我自己在这瞎琢磨干什么？我直接把刚才发生的变化全都告诉了他。小五蹲到蓝银剑草旁边，仔细观察了好一会儿，眉头微微皱起。这不能算2次进化。曹宇，你还记不记得我是怎么培育这些蓝银草的？我一愣，小五指了指周围那些变异蓝银草。这1年里，他们多次向小兰献祭，小兰也给过他们反馈。得到反馈以后，这些蓝银草其实已经拥有了进化潜力。我并不是凭空培育出新品种，我只是帮他们确定进化方向。他停了一下，语气更加认真。这些融合了其他魂兽特性的蓝银草早就开始进化了，就算没有你的复苏之光，他们达到万年修为时也能自行完成这个过程。你的魂技只是加速了它。我摩挲着下巴，你确定？小五轻哼一声，眼神里带着一点得意。你之前教我的话，自己忘了？我有点茫然。他一字一顿，大胆假设。我立刻接上，小心求证。气氛顿时有点尴尬。这句话还是1年前刚来山谷时我拿来教育小五的，没想到今天反过来被他教育了一遍。果然，出来混迟早要海。我轻咳一声，点了点头，明白了，那就实验。完这句，我盘膝坐下，开始恢复魂力。复苏之光消耗太大，想继续验证，就必须先把状态补回来。小五站在旁边没有打扰，只是静静看着我。10几分钟后，他刚准备回山谷深处整理实验日志，我却猛地睁开眼。小五被吓了一跳，怎么了？我抬头看向山谷外，脸色一点点沉下来。有麻烦上门了。小五顺着我的视线看过去，不知什么时候，一阵浓郁的粉红色雾气正从山谷外缓缓压来，那雾气贴着地面翻滚，像一只巨大的粉色怪物，悄无声息地吞没树木和岩石。他盯着那片雾，语气里带着不确定。这是粉红女郎的毒物。我通过蓝银领域感知雾气下方密密麻麻的身影，心里也沉了一下。而且不是1只2只。小五皱眉，普通粉红女郎不可能释放出这么夸张的毒气。我缓缓站起身，目光越过山谷入口，因为来的不是一群。精神感知里，那些像蝎子一样的粉红色魂兽正在雾气中爬行，数量密密麻麻，像潮水一样朝山谷涌来。我握紧手指，声音也低了下来，是上千只。小五脸色微变，他虽然经历过不少危险，可此刻也能感觉到这次麻烦不太一样。普通粉红女郎单独拎出来并不算多强，可数量一旦堆到上千只，毒雾就会变成一片真正的毒海。更要命的是，这些魂兽不是路过，而是直冲山谷来的。我闭上眼，把蓝银领域往外推到极限，一瞬间，山谷外围的一切都在我脑海里变得清晰。粉红色雾气下面，密密麻麻的节肢踩过地面，发出细碎又黏腻的声响。那些粉红女郎身体透明，尾沟微微翘起，每一次爬动都会释放出更多粉色毒雾。它们像闻到血腥味的虫巢，目标明确，速度越来越快。而雾气深处，那道庞大身影也在缓缓移动。它比普通粉红女郎大了不止1拳，甲壳颜色更深，身上的魂力波动也明显强出一截。哪怕隔着蓝银领域，我都能感觉到那股带着甜腻气息的毒性正在往山谷里渗。小五低声提醒，如果真是粉红娘娘，那就麻烦了。她能统领这些粉红女郎，只要她不死，毒雾就不会散。我睁开眼，指尖轻轻敲了敲腰带，也就是说，擒贼先擒王。小五看了我一眼，神情还是不轻松。理论上是这样，可你现在刚完成献祭，魂力虽然到了30级，但第3魂环还没拿，复苏之光消耗又那么大，你刚才还没完全恢复，现在硬碰硬不划算。我当然知道不划算，可这里不是普通营地，是我花了1年时间搭起来的蓝银草山谷。小兰刚沉睡，山谷里的蓝银草刚给我献祭完，本源都还没缓过来。要是这个时候被粉红女郎毒雾灌进来，外围那些虚弱的蓝银草最先遭殃。更何况我刚刚才承诺过要给他们加餐，结果加餐还没送到，食材自己上门了。我嘴角慢慢扬起，确实不划算，但也不是不能打。小五一愣，我抬手按在身边一株万年蓝银草的叶片上，通过蓝银领域把命令传递出去：所有蓝银草先别动，让他们进来。精神连接里，山谷里的蓝银草立刻躁动起来，尤其那些被魂兽特性影响更深的个体，感知到大量猎物靠近，枝叶都开始不受控制的轻颤。它们很饿，也很兴奋，像一群刚被放出笼子的猎犬。我强行压住它们的冲动，忍住，等我的命令。蓝银草们这才慢慢安静下来，重新伪装成普通草叶。山谷入口处，草叶柔软地浮在地上，表面看不出半点威胁。可我知道，只要我一声令下，这些草叶就会在瞬间变成绞肉机。小五看着山谷外越来越近的毒雾，声音压低：你想把它们放进来打？我点头。粉红女郎数量太多，在外面打，毒雾铺开，我们反而吃亏。放进山谷，让蓝银草从地下和四周一起动手，才是我们的主场。小五皱眉，可粉红娘娘未必会第一时间进来，
所以要等。我抬头看向雾气深处那道影子，他想找的是刚才武魂进化时逸散出去的生命气息。只要他确定气息就在山谷深处，就一定会进来。小五沉默片刻，轻轻点头。那我先回魂环空间。真要动手，我留在外面反而会分散你的注意。我看向他，放心，我心里有数。小五没有再多劝，只是在消散前看了我一眼。曹宇，别上头，你现在最重要的不是杀多少魂兽，而是保住小兰的种子和这片山谷。我嗯了一声，他的身影化作光点，重新回到魂环空间。山谷彻底安静下来，只有粉红雾气不断逼近。我站在水潭边，蓝银黄武魂在掌心轻轻舒展，两个魂环被伪装成黄色，安静的悬浮在身侧。表面看，我只是个刚到30级，甚至还没拿第3魂环的小魂师。可在这座山谷里，我身后站着成千上万株蓝银草，它们是我的眼睛，也是我的刀。毒雾终于越过山谷入口，最先爬进来的几只粉红女郎动作明显谨慎，她们挥动尾钩，在草丛里试探着前进。几片蓝银草叶被她们踩弯，却没有任何反应。于是后面的粉红女郎也开始放松，越来越多的粉色身影涌进山谷。一只粉红女郎爬过那株白毛蓝银草旁边，白毛蓝银草装得非常像，叶片软趴趴的浮在地上，绒毛都收了回去。等那只粉红女郎走远，她才悄悄把叶尖立起来一点，像是在嫌弃对方味道难闻。我差点被她逗笑，可很快我就笑不出来了。进入山谷的粉红女郎越来越多，毒雾也越来越厚，她们身上的甜腻气味混在一起，像腐烂的花香，闻久了让人脑袋发沉。普通魂师如果没有防备，恐怕站不了多久就会中招。我催动蓝银领域，把毒雾隔绝在身体之外，同时把领域细细铺开，感知每一只粉红女郎的位置，100只、300只、500只，数量还在增加。这些粉红女郎完全不知道自己踏进了什么地方，她们一边释放毒雾，一边在山谷里搜索生命气息。有几只甚至爬到万年蓝银草旁边，用尾钩轻轻拨弄叶片。那几株万年蓝银草气的枝叶都绷紧了，却还是硬生生忍住。我能感觉到她们的情绪：愤怒、饥饿、兴奋，还有一点点委屈，仿佛在问我为什么还不让他们开饭。我只能继续压着，再等等。山谷外围的毒雾更浓了，终于那道庞大的身影动了。粉红娘娘缓缓踏入山谷，巨大的身躯从雾气中显露出来，她的甲壳上覆盖着细密鳞片，尾钩泛着妖异粉光，每走一步，周围粉红女郎都会主动让开道路。她进来了，而且正在朝山谷中央靠近。我眼神一凝，这就是我要等的机会。我没有立刻动手，而是继续让她往里走。粉红娘娘显然很谨慎，进入山谷后并没有马上深入，而是停在山谷中段，尾钩轻轻摆动，似乎在判断那股生命气息的具体来源。她的感知很敏锐，可惜她来晚了。小兰已经化作种子被我收好，我的武魂进化也已经完成。她现在闻到的只是残留在山谷里的气息，以及这些刚刚献祭后虚弱却依旧庞大的蓝银草本源。对魂兽来说，这里像一桌刚端上来的大餐，可对他们来说，这桌饭到底谁吃谁，还真不好讲。粉红娘娘又往前走了几步，就在她距离山谷深处越来越近时，一只普通粉红女郎踩在蓝银剑草身上。蓝银剑草刚刚进化，叶片锋锐的离谱，那只粉红女郎的腿才落下去，甲壳就被直接刺穿。刺啦一声，粉红女郎痛得猛地弹开，尾钩胡乱甩动。她低头看着自己被刺穿的腿，又看了看周围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草地，完全没搞明白自己是怎么受伤的。我通过领域看见这一幕，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差点露馅。好在粉红女郎智商不算高，那只受伤个体转了几圈，最后竟然以为自己踩到了尖石头，拖着伤腿继续往前爬。蓝银剑草安静扶着，像什么都没发生。我忍不住在精神连接里夸了他一句，干得不错，继续装。蓝银剑草传来一阵锋锐又欢快的情绪。山谷中段，粉红娘娘终于彻底进入包围圈，她抬起头，似乎感知到山谷深处有更浓郁的生命波动，尾钩高高扬起，周围上千只粉红女郎同时躁动，像一片粉色浪潮，准备朝我所在的位置压来。我缓缓吐出一口气，这一刻，山谷里所有蓝银草都在等我的命令。外围的白毛蓝银草绒毛已经悄悄伸长，蓝银剑草的叶片透出雪亮寒芒，十几株万年蓝银草在山谷深处无声舒展枝叶，就连那些刚刚恢复一点生机的百年蓝银草，也把根须扎得更深，像要把整个山谷一起锁死。我抬手，蓝银黄武魂在掌心轻轻一晃，下一秒，我的目光越过毒雾，死死锁定粉红娘娘。可就在我准备下令动手的瞬间，粉红娘娘忽然停住了，她那双泛着粉光的眼睛竟然越过无数蓝银草，精准看向我所在的方向。紧接着，她尾钩猛地一震，所有粉红女郎同时伏低身体，毒雾疯狂翻涌，像一张巨大的粉色网，朝整个山谷压了下来。而雾气最深处，那只粉红娘娘的腹部竟然缓缓裂开一道诡异的缝。粉红娘娘腹部裂开的那一刻，我后背瞬间发凉，那道缝隙不像伤口，更像某种毒囊被强行撑开，粘稠的粉色雾气从里面翻滚出来，甜腻味道一下子浓到刺鼻，连蓝银领域都被压得微微晃动。我原本已经准备下令围杀，可现在不得不把命令硬生生压回去。粉红娘娘不是普通粉红女郎的放大版，她能统领上千只同族，还能把毒雾聚成这种程度，真让她把毒囊彻底爆开，山谷外围那些刚恢复一点生机的蓝银草，估计会被一波带走。小五的精神声音立刻响起，带着明显的紧张：曹宇，不能让她继续放毒，粉红娘娘的毒雾叠起来很麻烦，你要么立刻杀她，要么马上退。我盯着雾气深处那只庞大的粉色魂兽，手指轻轻按住腰间，退，我当然可以退，可我退了，这座山谷怎么办？小兰刚沉睡，蓝银草们刚献完本源，正是最虚弱的时候，我要是现在跑路，那这一年打下来的家底就真成笑话。更何况送上门的饲料都进锅了，哪有让他们自己爬出去的道理？我深吸一口气，通过蓝银领域把命令传给整座山谷，所有蓝银草封住谷口，万年
蓝银草盯住粉红娘娘，其余的一个都别放跑。下一秒，山谷活了，原本伏在地上的蓝银草瞬间暴起，白毛蓝银草的绒毛疯狂伸长，像一张大网缠住成片粉红女郎。蓝银剑草叶片一抖，雪白锋芒横扫出去，直接把几只粉红女郎的截肢切断。那些带毒刺、锯齿、孢子的变异蓝银草也在同一时间露出最凶的一面。刚才还铺满山谷的粉红毒雾，突然被无数枝叶撕开。粉红女郎们这才反应过来，自己不是闯进了草地，而是掉进了一口会吃魂兽的锅。她们发出尖锐嘶鸣，尾钩纷纷抬起，粉色能量在尾端凝聚。可我没有给他们激活的机会，武魂切换，巴雷特入手的瞬间，右腿魂骨魂力涌动，我整个人直接消失在原地。下一秒，我出现在粉红娘娘头顶，枪口已经压到了她那几条粗壮截肢上方，砰砰砰砰，连续8枪炸开，粉红娘娘的8只足肢几乎同时爆裂，粉色血液混着碎甲喷的到处都是。她庞大的身体失去支撑，重重砸在地上，腹部那道裂缝也被震得猛然收缩。还想开毒囊？给你脸了！我没恋战，瞬移魂技再次发动，直接退回山谷深处。下一刻，上千只粉红女郎彻底疯了，她们朝粉红娘娘的位置涌去，想把我刚才所在的地方淹没。可她们才刚冲起来，脚下的蓝银草便像群狼一样扑了上去。有的粉红女郎被藤蔓缠住，身体刚一挣扎，锯齿叶片就从甲壳缝隙里切进去；有的想释放毒物，却被白毛蓝银草的绒毛堵住口气，毒物还没扩散，自己先被勒得动弹不得。还有几只修为高些的，尾钩刚刺穿一株蓝银草，周围3、4株变异蓝银草立刻围上去，几秒就把它撕成碎片。山谷里到处都是粉色血液，不到5分钟，上千只粉红女郎就被全部按死，一圈圈魂环伏在山谷之中，白色、黄色、紫色混杂在一起，密密麻麻，像一场魂环雨。蓝银草们兴奋得快要失控，枝叶不停挥动，恨不得当场把这些粉红女郎的尸体全部拖进根系里。我立刻通过领域压下他们，都安静，先别抢。整座山谷的躁动稍稍平复，我扫了一眼满地残躯，心里忽然冒出一个念头：死了上千只魂兽，按概率总该有点东西吧。找魂骨，命令落下，无数蓝银草开始翻动尸体。几分钟后，2块闪着粉红色光芒的魂骨被送到我面前，一块大概1200年左右的左臂骨，一块800年左右的右臂骨，年限不高，属性也一般，我看都没多看，直接收进储物腰带。这玩意儿我肯定不会吸收，但以后拿来换资源或者当筹码也不是完全没用。半个小时后，粉红毒雾终于慢慢散去，可我还没来得及松口气，蓝银领域边缘就传来更多魂兽靠近的波动。雾散了，外面那些被生命气息和血腥味吸引来的魂兽终于看见了山谷里的惨状。最先冲进来的是一只幽冥豹，修为大概2000年，它刚到谷口就看见上千只粉红女郎被撕碎，魂环还没散尽，整只豹当场僵住。它明显想跑，可后面一只狂蛮犀牛直接撞了上来，把它硬生生顶进山谷。幽冥豹眼里的恐惧都快溢出来了，可惜已经晚了，更多魂兽被裹挟着冲进来，像一股乱糟糟的兽潮。他们有的是被血腥味刺激，有的是被后面魂兽推着走，有的根本没搞清楚状况，只知道里面有浓郁生命气息。我没有再等他们深入，刚才粉红女郎那一波我还能靠埋伏吃个先手，可现在涌进来的魂兽种类太杂，有会飞的，有皮厚的，还有速度极快的，真让他们冲散阵型，外围那些低年限蓝银草就会被反过来踩碎。所以这一战不能再装普通草叶，我要让他们一进谷口就明白这里谁才是猎人。动手！谷口的蓝银草直接暴起，那些看似柔弱的草叶瞬间变成最阴狠的捕猎器，藤蔓缠腿，毒刺扎肉，锯齿切骨，孢子钻进伤口后疯狂生长。弱一些的魂兽被绑住后，连惨叫都没来得及发完，就被几株蓝银草分食。修为强点的魂兽确实能挣断枝叶，可问题是这座山谷里的蓝银草太多了，断一根还有10根，撕开一片还有一片，他们越挣扎越被拖得更深。原本我只是想守住山谷，可打着打着我的心思变了，这些魂兽都是养料。小蓝沉睡后，山谷正缺补给，外围蓝银草献祭本源后状态低迷，这一波兽潮如果全吃下去，说不定真能催出几株新的万年蓝银草。想到这里，我没有急着撤，我坐镇山谷深处，蓝银领域覆盖全场，指挥蓝银草一层层收割。小五的精神声音几次响起，他明显不放心。曹宇，差不多就收手了，动静太大了。我盯着谷口不断倒下的魂兽，语气还算平稳，再等等，现在撤太浪费了。结果没过多久，麻烦就来了，一只万年左右修为的琉璃玄凤从山谷上空掠过，它显然也是被献祭气息和血腥味引来的。看见山谷里魂兽被蓝银草成片屠杀，他眼中竟然闪过一丝人性化的厌恶。下一秒，他张开鸟喙，琉璃色火焰在口中凝聚，这东西要是喷下来，外围蓝银草肯定损失惨重。我抬枪瞄准，扣动扳机，砰！子弹穿过火球边缘，精准打断琉璃玄凤的鸟喙。他口中刚凝聚成型的火球瞬间失控，轰的一声在半空炸开，火焰冲击波像水纹一样扩散。琉璃玄凤自己承受了最多伤害，翅膀一歪，直接从天上坠下来，还没落地，山谷深处几株万年蓝银草同时出手，粗壮藤蔓冲天而起，噗呲几声贯穿他的身体，把这只还没死透的万年魂兽拖进山谷深处。我看着他被拖走，心里却没有多少兴奋，因为这已经是第一只万年魂兽了。又过半个小时，战斗逐渐接近尾声，闯进山谷的魂兽越来越少，可他们的修为反而越来越高。外围那些低年限蓝银草已经拦不住万年魂兽，短短时间又有3只万年魂兽冲到山谷深处。好在我身边那10几株万年蓝银草够凶，把他们全部处理掉。可我心里越来越沉，从粉红女郎开始到后面的兽潮，短短1个小时，
死在山谷里的魂兽已经超过3000只，尸体堆得到处都是，血味浓得让人发闷。很多蓝银草的叶片都被染红了，整座山谷看起来像一片植物系魂兽的屠宰场。这场面太大了，我之前确实想赚一波大的，可现在明显已经超出控制范围。小五的精神声音再次响起，这次比之前更凝重。曹宇，撤吧，再这样下去，来的不一定只有魂兽，高等级魂师也可能被吸引过来。我沉默片刻，终于点头，确实该走了。这次是我想当然了。小五想安慰我，也不全是你的问题，我之前也没想到会有这么多魂兽。我直接打断他，小兔子，别往自己身上揽，这是我的决策失误。顿了顿，我看向那些正在吞噬魂兽尸体的蓝银草，不过也不算亏，等他们消化完，山谷里应该能再多出几株万年蓝银草。我站起身，正准备向所有蓝银草下达暂时蛰伏的命令，可就在这时，我的身体忽然僵住。蓝银领域里没有任何提前预警，但我身后已经多出了一道气息，一道沙哑的声音从阴影里传来：小鬼，这些怪模怪样的蓝银草都是你培育出来的。我缓缓转身，一个身穿朴素灰袍、身形修长的老者从阴影中走了出来，绿油油的乱发，绿色的眼瞳，整个人像一条从毒雾里爬出来的老蛇。我额角冷汗当场滑了下来。独孤博，阴雨天随机刷新落日森林的毒斗罗，真就刷新到我脸上了。我最怕的不是他来了，而是他来了多久，又看见了多少。身边十几株万年蓝银草立刻躁动起来，纷纷通过领域向我传来动手的念头。我直接压下去，别闹，万年魂兽在凶，也就相当于普通魂帝。独孤博再怎么被人调侃最弱封号，那也是封号斗罗，我们这点配置冲上去，就是给人家毒阵加肥料。独孤博注意到了我的小动作，嘴角微微一动，小鬼，你知道我是谁对吧？不用装，刚才你制止这些蓝银草的动作我看见了。我心里反而微微一动，只看见制止动作，那他很可能刚到不久。我把情绪压下去，尽量让自己看起来恭敬一点。您是毒斗罗，独孤博前辈。独孤博绿色眼瞳盯住我，身上释放出一丝威压。小鬼，问别人身份前，是不是该先报上自己的名字？那股阴冷感像毒蛇贴着皮肤爬过来，我没有躲，硬着头皮开口：前辈您好，我叫厉飞羽，今年10岁，武魂是蓝银皇。我当然不能报曹宇，这种时候韩老魔的马甲先借我用用。独孤博看了看我的武魂，又扫了一眼山谷里那些伪装回普通模样的蓝银草。蓝银皇，蓝银草的皇帝，倒也贴切，这就是你能控制这些怪草的原因。我顺着他的话点头，我的武魂比较特殊，能和蓝银草建立联系。独孤博没有继续追问，而是忽然伸手抓向我的肩膀，我甚至没看清他的动作，肩膀就被他扣住。完了，这下跑不掉了。我一边疯狂思考脱身办法，一边尽量稳住语气：前辈，您想让我做什么？我能帮上什么忙？独孤博低笑一声：小子，算你识趣。话音落下，一丝阴冷魂力顺着他的手掌钻进我体内，我本能调动魂力顶上去，把那缕异种魂力驱散出去。前辈，这是……独孤博眼神微眯，看看你是不是化形魂兽而已。他上下打量我，目光忽然变得危险。你不是化形魂兽，但你身上秘密不少，骨龄最多7岁出头，魂力却已经30级。小子，你身上有高品质魂骨吧？听见这句话，我心里最后一点侥幸彻底没了。独孤博不是善茬，原著里他看见唐三8株毛时都动过强取魂骨的念头，更别提现在我没有背景，没有靠山，还落在他手里。我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把自己从可以随手捏死的小孩变成暂时还有用的工具，只要有用就有谈判空间，只要还有谈判空间就不算死局。独孤博的眼底闪过贪婪，却没有立刻动手。小鬼，老实跟我走一趟，我暂时不会动你。下一秒，他直接提着我飞上半空，空气在耳边呼啸，我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只能被他一路带走。半个小时后，独孤博把我丢在一片奇异山谷里，眼前泉水一分为二，一边寒气刺骨，一边热浪翻滚，两股完全相反的魂力纠缠在一起，形成一种让人头皮发麻的压迫感。冰火两仪眼，我看见他的瞬间，心跳反而快了几分。独孤博站在旁边，语气平淡：这里是我的药田，也是一处适合植物生长的宝地，你过去试试，看能不能帮我培育草药，能成功，我可以暂时留你一条命。他顿了顿，绿色眼瞳里带着一点看戏的性质。这里有2种属性相冲的魂力，低等级魂师待久了可能会爆体，撑不住就开口。我在心里给他记了一笔，表面却木着脸往前走，想从封号斗罗眼皮底下硬跑，基本等于送，只能先取得他的信任，再找机会脱身。夜色已经压下来，月光落在冰火两仪眼周围，那些仙品草药一株株映入眼中，八角玄冰草、烈火性胶书，我几乎一眼就认了出来。至于其他仙草，我只能靠外观大概分辨，没法100%确定。我下意识多看了那2株仙草几眼，独孤博立刻察觉：小鬼，你认识那2株草？我心里暗骂自己大意，脸上立刻换成惊疑：前辈，我确实认识，那2株都是世间罕见的毒草，毒性难以估量。独孤博眼里闪过一丝自得，机会来了。我马上摆出狂热粉丝见偶像的眼神，前辈不愧是毒斗罗，居然连这种级别的绝世毒草都能培育出来。再毒之一道，我愿称您为最强。独孤博被吹得轻咳2声，表情有点绷不住。那2株不是我培育的，我发现这处宝地时，他们就在这里。我立刻露出失望表情，就像满怀期待奔现，结果发现对面不是照片，是灾难片。独孤博脸色微微一僵，像被我无声看低了。他抬手指向旁边几株草药，那2株不是老夫培育的，但这里不少草药都是老夫养出来的。看到那株血蚕了吗？这是极品虫草，外色黄亮，内色白，形体丰满。普通血蚕已经是虫草极品，这株就是极品中的极品。我配合的点头，兴致却故意不高。独孤博像被激起了胜负欲，又接连介绍朱砂莲、碧幽草等草药。讲着讲着，他忽然停住，绿色眼睛重新盯住我：你这小鬼，有点东西啊！我装傻：前辈，您这是什么意思？独孤博懒得拆穿我，语气一下冷下来：小子，我不知道你的魂骨从哪里来，也不知道你背后有没有势力，但你记清楚，你的小命在我手上，我杀了你，谁也不会知道。别再跟我耍花样。我心里一沉，这不是威胁，是通知。如
如果我没有价值，他真会动手。我只能赌复苏之光。前辈，我这就试试。我召唤蓝银皇武魂，第二魂环微微闪烁，复苏之光凝聚出来，浅绿色光芒落在不远处的朱砂莲上，心形叶片缓缓舒展，紫斑黄绿色小花迎着绿光轻轻晃动，起作用了。我刚要继续催生，独孤博忽然伸手挡在朱砂莲前面，绿光被他挡住，照在他的身上。小子，稳住心神，继续。他的声音明显极了。我眼神一亮，转机来了。绿光覆盖独孤博那张绿的发忧的脸，他整个人在夜色里像个老赌鬼，可我和他都没心情在意这个。复苏之光照在他身上后，他眯起眼睛，神情第一次出现明显变化。我能猜到原因，独孤博常年被自身毒素侵蚀，身体早就出了问题，而复苏之光能把魂力转化成生命力，虽然不是真正解毒，但能让他被毒素损伤的身体重新恢复一点生机，这对他有用。更重要的是，对独孤雁可能也有用。没过多久，我手里的绿光开始闪烁，随后彻底熄灭，空气安静下来。独孤博和我大眼瞪小眼，他先开口，语气已经比之前温和不少。小鬼，怎么停了？继续施展。我摊开手，脸色发白。前辈，我魂力不够，这个魂技消耗很大，暂时放不出第二次。独孤博皱眉，30级魂力还支撑不了第二魂技，你这魂技从什么魂兽身上来的？我察觉他态度变化，立刻顺着往下讲，这个魂技叫复苏之光，是我从自己培育的蓝银草身上获得的。独孤博愣住，自己培育和武魂极为契合的魂兽，再用它做魂环，这套玩法对他来说显然有点新鲜。他重新打量我，眼神里的杀意淡了不少，取而代之的是兴趣。小鬼，你有点意思。随后他看了一眼冰火泉眼，这里魂力相冲，你暂时不要带了。他不等我回应，直接提起我，把我带到冰火两仪眼外的一处空地。小鬼，你在这里恢复魂力，我去接个人，需要你用刚才的魂技治疗他。如果你能帮我解决问题，我不但不杀你，还可以尽全力帮你做一件事。说完，他又指向四周，别乱走，我在外围布了毒阵，以你的修为挡不住。这里还是落日森林核心区，到处都有3-5万年以上魂兽，你敢乱跑，连全尸都留不下。我乖乖点头，当着他的面盘膝坐下，进入冥想。独孤博见我识相，立刻朝天斗城方向飞去。几分钟后，我悄悄放出蓝银领域，一遍又一遍确认周围，确定独孤博真的走远。我猛地睁开眼，老毒物，等着！小五的身影浮现出来，语气很急：曹宇，你现在要直接逃吗？先别急，那个老怪物短时间内回不来，趁现在把药源搬空。这里很多植物我虽然不认识，但一定不是凡物，全带走对你以后修行有大用。我看了他一眼，心里有点意外。小五不知道仙品的名字，也不知道唐三那段剧情，可他竟然能凭本能判断这些草药部分，而且一开口就是全打包。这兔子摊得挺专业。我摇头，我知道他们的价值，但不能乱摘。小五，你先回魂环，不要露头，我有计划，接下来顾不上你。小五愣了一下，很快点头，你小心。他身影消散，我右腿魂骨魂力涌动，脚尖一点，整个人飞到半空。独孤博刚才的反应已经很明显，复苏之光大概率能帮他压制体内毒素，所以他才这么急着去接独孤雁。可我不能把命全压在他的良心上。独孤博这种人，今天能因为我有用暂时留我，明天也能为了魂骨翻脸。我需要一条退路。唐三当年服用8角玄冰草和烈火性胶书，一是为了抵御冰火两仪眼，二是为了在独孤博翻脸时躲进泉水避难。现在我也得这么做。我身上有2块10万年魂骨，体质远超原著那个阶段的唐三，再加上蓝银皇自愈能力，我吸收2株仙草的成功率应该更高。唯一的问题是，小兰的种子和储物腰带承受不住冰火泉水侵蚀，所以必须先藏好。我借着高空视野，很快选中一处隐蔽角落。落地后，我从储物腰带里取出玉盒和匕首放到一边，又脱下上衣，把小兰的种子和储物腰带一起包住。蓝银皇藤蔓从掌心延伸出来，一圈又一圈缠紧包裹。我挖开一个小坑，把东西埋进去，再用泥土和杂草恢复表面，确认从外面看不出任何痕迹后，我才重新飞起。半分钟后，我回到冰火两仪眼附近，寒气和热浪同时扑面而来，一边像要把骨头冻裂，一边像要把血液烧干。我把玉盒拍碎，取出一块锋利玉片，又用蓝银皇藤蔓分别操纵玉片和匕首。8角玄冰草、烈火性胶书2株仙草必须同时摘下，不能有半点犹豫。我盯准时机，藤蔓猛然移动，玉片切断8角玄冰草，匕首割下烈火性胶书。2株仙草离开原处的瞬间，寒气和热浪几乎同时暴涨。我不敢停顿，按照记忆里的方式，直接把2株仙草一起塞入口中。入口的一瞬间，我几乎感觉不到味道。下一秒，极寒和极热同时在体内炸开，我的身体剧烈颤抖，蓝红2色光圈从脚下交替升起，皮肤一会儿惨白如冰，一会儿赤红如火，5脏6腑像被2只手同时撕扯，起作用了，也快要撑不住了。我咬紧牙关，没有给自己后悔的时间，转身冲向冰火两仪眼，泉水近在眼前，我纵身一跃，整个人直接跳了下去。极寒与极热2股泉水瞬间扑上来，把我彻底吞没。穿越斗罗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猎杀小五，再吞掉蓝银皇，不仅觉醒了巴雷特和蓝银草双武魂，还穿越到了唐三所在的圣魂村。为了不被唐三那个挂逼打死，我决定剑走偏锋。没办法，唐三那挂逼开局就是先天满魂力，还有一个封号斗罗的老爹在身边守着，而小五的10万年魂环和蓝银皇的右腿骨，不正是送上门的韭菜吗？凌晨2、3点左右，独孤博驾驭着武魂真身，火急火燎地带着15岁的孙女独孤雁，重新落回了冰火两仪眼外。夜风从山谷深处卷出来，一半带着刺骨寒意，一半裹着灼人热气。独孤雁被他用魂力护在身前，刚一落地，还是被那股怪味冲得皱了皱鼻尖。他迷迷糊糊睁开眼，声音还带着困意：“爷爷，我们到了。”独孤博心疼地把外袍披到他肩上，掌心在他发顶轻轻揉了一下：“到了，燕燕，你先在这里歇着，别
别往里面走，爷爷去把那个小鬼带过来。他语气听着稳，动作却快得不像平时。白天那一缕复苏之光照在他身上时，他已经清楚感觉到体内被毒素折磨多年的经脉真的恢复了一点生机。那种变化很轻，却足够让他看见希望。如果那小鬼对他有用，那对燕燕就更可能有用，所以他不敢耽误。独孤博身形一闪，直接飞到半空，目光扫过先前安置曹宇的空地，没人。原本盘膝恢复魂力的位置，只剩下一片被夜露打湿的草叶。独孤博脸色当场沉了下来，混账小子，他明明再三警告过，这里是落日森林核心区，外围还有他亲手布下的毒阵。一个30级不到的治疗系小鬼，就算有点古怪，也不该乱跑。可山谷附近一圈找下来，仍旧没有任何人影。独孤博越找，心里越烦。那小鬼要是真死在外面，他死了也就死了，可燕燕怎么办？这时，独孤雁的声音从后方传来：“爷爷，你是不是没找到他？”独孤博落回他身边时，脸色已经不太好看。独孤雁看见他一个人回来，眼底闪过一丝失落，却还是先安慰他：“爷爷，没关系的，如果他真走了，就说明他不愿意帮忙，反正有你在，我不怕。”独孤博看着孙女那双和自己一样泛绿的眼睛，心口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他想起自己的儿子，想起同样的毒，一点点把人拖垮。不行，他绝不能让燕燕也走到那一步。活要见人，死要见尸。独孤博咬着牙，刚要再出去搜，独孤雁忽然抬手指向山谷深处：“爷爷，他会不会去了泉眼那边？”独孤博一愣，对，还有冰火两仪眼。他刚才只顾着找外围，反而漏了最危险的地方。想到这里，独孤博让独孤雁先坐下休息，自己转身掠向泉眼。越靠近冰火两仪眼，空气里的寒热冲突越明显。独孤博刚落到泉边，就本能地扫了一眼自己的药田，下一瞬，他瞳孔骤缩，药田里少了东西，那2株他一直没敢乱动的奇异毒草不见了。泉眼旁碎裂的玉盒，被丢下的锋利玉片，铁匕首，还有几节被毁坏的蓝银黄藤蔓，全都散在地上。独孤博伸手一抓，那些东西被魂力卷到掌心。他盯着断口看了几细，脸色越来越黑。好啊，白天那小鬼一直盯着八角玄冰草和烈火性胶书，他当时还以为只是孩子好奇，现在看来，那小鬼根本就知道这2株草的用法：极寒、极热，2种相反药性彼此抵消，再借冰火两仪眼压制药力。独孤博熟悉毒理，稍微一想就猜到了曹宇做了什么。他在泉边找到脚印，脚印一直延伸到水边，然后断掉。独孤博心里狠狠一沉，混账，你是真敢跳啊！这泉水连他都不敢随便碰，那个小鬼才多大，魂力才多少？独孤博连忙把魂力探入泉水，冰火2股力量顺着感知反扑上来，他眉头紧皱，却没有停。片刻后，他终于在泉水深处捕捉到一丝熟悉气息，还活着。独孤博胸口那口气终于松下来，没死就好。他站在泉边，表情一时间又气又复杂。这个小鬼白天能在他眼皮底下装怪，夜里就敢偷他的草药，还敢往冰火两仪眼里跳，胆子大，心思深，天赋也吓人。如果真能活着出来，再能帮燕燕缓解武魂之毒，独孤博脑子里忽然冒出一个念头，这样的孙女婿好像也不是不行。念头刚起，他自己都沉默了。再看向泉水时，眼神已经没刚才那么杀气腾腾。算你小子有命，真要出事，现在也早出事了，我捞都捞不上来。确认曹宇暂时没有生命危险后，独孤博没有继续守在泉边，他转身回到独孤雁身边，把情况压了压，只告诉他那小鬼在泉眼附近吸收草药，一时半会儿出不来。独孤雁听完，睡意反而没了，他抱着独孤博的外袍，眼睛亮了些：“爷爷，你说的那个人到底是什么样？”独孤博坐在他身边，提起曹宇时语气不自觉多了几分赞赏。年纪很小，胆子却大得不像话，魂力不高，手段不少，还能培育那些怪异蓝银草。更关键的是，他的魂技能帮人恢复生机。独孤雁起初只是听着，后来越听越不服气。爷爷从来没有这样夸过一个外人，还是个比他小很多的男孩。他嘴上没说，心里却已经起了较劲的念头。他倒要看看那人是不是真有爷爷说的那么厉害。天色渐亮，晨光落进山谷，冰火两仪眼表面依旧一半寒雾翻腾，一半热浪滚滚。独孤雁终究没忍住，缠着独孤博把他带到了泉眼附近。独孤博用魂力护着他，眉头一直没松开。这里的寒热冲击对低等级魂师太不友好，哪怕他帮忙挡住大半，独孤雁待久了，脸色还是一点点发白。燕燕，我们先出去等。独孤博劝了好几次，独孤雁却倔强地站在原地。我不，爷爷，你不是说他才30级吗？我已经33级了，他能在里面待这么久，我为什么连旁边都站不住？独孤博心疼又无奈，这不是逞强的时候。话还没说完，泉水深处忽然传来一阵魂力波动，咕嘟咕嘟咕嘟，冰火两色泉水像被什么东西搅动，水面开始翻涌。独孤雁立刻指过去，爷爷，他出来了。独孤博一步踏到泉边，魂力往下一探，果然感受到曹宇的气息比昨夜强盛了许多。他冷着脸开口，小鬼，出来，我保证不打死你。泉水安静了一会儿，没人回应。独孤博眼角跳了跳，小鬼，你难道还能在里面躲一辈子？这里是我的闭关之地，我有的是时间守你。水面还是没动静。独孤博深吸一口气，硬把火气压下去。之前我把你带来，确实急了些，可你也偷拿了我2株珍贵草药，我们之间扯平，我孙女就在这里，老夫向你保证不会伤你。这一次，泉水终于翻起一圈涟漪，我从冰火两仪眼里探出头，第一眼看见的就是独孤博那张写满不爽的脸。不过他没动手，这就说明还有谈的余地。我松了口气，笑得尽量无害。前辈，我明白了。独孤博额角青筋一跳，明白了还不出来，赖在水里等老夫请你。我低头看了眼自己，又看了眼他身边的少女，表情有些尴尬。前辈，我也想出来，问题是我的衣服全被泉水腐蚀没了。空气突然安静，独孤雁本来正盯着我看，
听见这话才反应过来，脸颊一下红了。我也终于看清了她，15岁的少女，身形已经初见窈窕，绿色短发利落的垂在肩侧，一双碧绿眼眸和独孤博很像，却没有那种阴冷感，反倒带着几分骄傲和好奇。这应该就是独孤雁。独孤博发现她还在看我，立刻往前挪了半步，把她挡在身后，那动作快得像护食，我差点没忍住笑。独孤博在如意百宝囊里翻找，翻到一半，动作忽然停住，他摸出一条崭新的绿色裙子，笑眯眯放到拳边。小鬼，这件本来是给燕燕准备的，便宜你了，穿上出来。威胁味都快溢出来了。我看着那条裙子，心里毫无波澜，女装而已。前世执行潜入任务时又不是没用过，真正让我在意的是他想看我难堪。我刚伸手，独孤雁突然拉住独孤博衣袖，爷爷，他声音不重，却明显带着不赞同。独孤博动作一僵，回头看了看孙女，又看了看我，脸色更难看了。我微微一笑，有一说一，我现在这张脸的杀伤力确实有点离谱。小兰献祭后，蓝银草进化成蓝银黄时，我的外貌就被优化过一次。刚刚又吸收了八角玄冰草和烈火性胶书，身体经由冰火淬炼，连皮肤和五官都像被重新打磨了一遍。独孤雁这种反应不算奇怪，独孤博明显也想到了这一点，他默默收回裙子，重新丢给我一套自己的备用衣服。我躲到岩石后面换好衣服，衣服太大，袖口和裤脚只能胡乱卷起来，走出来时自己都觉得有些滑稽。独孤雁捂着嘴轻笑，独孤博看他笑的眼睛弯起来，脸色又黑了一分。天生邪恶的小鬼，过来！他咬着牙看我，先试试你的魂技能不能帮燕燕，如果不行，老夫再慢慢和你算偷药的账。我没有拒绝，现在我和独孤博之间最稳的桥就是价值，只要我对独孤雁有用，他就不会轻易翻脸。几分钟后，我站到独孤雁面前，召唤蓝银黄武魂，第二魂环亮起，复苏之光在掌心凝聚成一团柔和绿芒，绿光落到独孤雁身上时，他先是身体一僵，随后眉眼一点点舒展开，好舒服。他下意识低声呢喃，独孤博立刻伸手搭上他的脉门，魂力小心翼翼探入他体内。我没有打扰，只控制复苏之光稳定输出。独孤雁体内的问题和独孤博同源，都是碧灵蛇武魂带来的毒素反噬，不同的是，他年纪还小，积累的毒素没有独孤博那么恐怖，所以复苏之光的效果也更明显。片刻后，我魂力见底，掌心绿光渐渐散去。独孤博检查完独孤雁的状态，眼底终于露出真实笑意。燕燕的身体恢复了不少，他在看我的时候，眼神已经比昨晚柔和太多。小鬼，你很不错，以后每7天，你给燕燕注入一次生机。我装作不解，看向独孤雁，燕燕姑娘是受了伤吗？独孤博沉默片刻，还是把碧灵蛇武魂的隐患简单讲了出来。他不讲，我也知道，但我必须让他亲口说，只有这样，我后面给出的方案才不显得突兀。听完后，我故意沉思了一会儿，才缓缓开口：前辈，如果只是缓解，我的复苏之光确实能做到，但想真正解决武魂之毒，我目前能想到2条路。独孤博眼神一凝，说：我抬起手，让蓝银黄在掌心轻轻摇曳。第一条路是从魂环方向入手，我的武魂一开始也没有现在这么强，是因为吸收了和自身极其契合的魂环，才一步步发生变化。燕燕姑娘的碧灵蛇是蛇类武魂，但她前几个魂环全是毒属性魂兽，对吗？独孤雁愣了一下，立刻报出自己的3个魂环来源：碧血蟾蜍、红木蟒、天青毒蛛，无一例外，全和毒有关。他报到一半，声音就慢了下来。独孤博也沉默了。我知道他一定想到了自己的儿子，如果从一开始就不盲目追求毒性，而是强化蛇类武魂本身，也许结果会不一样。我没有在这个伤口上继续戳，只接着解释。所以燕燕姑娘后续魂环可以优先考虑带有龙类血脉的魂兽，以蛇向龙进化，或许能从根源上改变武魂品质。独孤博没有反驳，只是眼神变得很深。我继续说第2条路，另一个办法就是把体内毒素逐步凝聚出来，集中封存在某个能承受它的东西，比如毒丹或者别的容器。具体方法需要前辈自己研究，我只能提供思路。魂骨这2个字，我暂时没有说出口，不是舍不得，而是不能一上来就把底牌掀干净。魂骨太贵重，人性太经不起试探。独孤博当然听出我有所保留，可他没有逼问。现在他最看重的是我能让独孤雁的情况好转。我趁热打铁，前辈，我现在魂力太低，复苏之光的效果有限，可如果有一天我成了封号斗罗，或许真能一劳永逸解决燕燕姑娘的问题。独孤博盯着我看了许久，那目光像毒蛇盘在脖颈上，阴冷却没有杀意。最后他轻哼一声：好，厉飞羽，从今天起，老夫护你成长，你修炼需要什么资源，老夫给你找。穿越斗罗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猎杀小舞在吞掉蓝银皇，不仅觉醒了巴雷特和蓝银草双武魂，还穿越到了唐三所在的圣魂村。为了不被唐三那个挂逼打死，我决定剑走偏锋。没办法，唐三那挂逼开局就是先天满魂力，还有一个封号斗罗的老爹在身边守着，而小舞的10万年魂环和蓝银皇的右腿骨，不正是送上门的韭菜吗？厉飞羽，从今天起，老夫护你成长，你修炼需要什么资源，老夫给你找。我心里一块石头终于落下，暂时活稳了。我顺势提出请求：前辈，您的药田很适合植物生长，我之前培育的蓝银草对我后续魂环很重要，能不能麻烦前辈和我走一趟，把它们移植过来？独孤博看了眼冰火两仪眼周围空地，点头应下：可以，我先送燕燕回去，晚些带你过去。当晚，独孤博带我回到蓝银草山谷，刚落地，我的心情就沉了下去。山谷变了，离开前，这里几乎每一寸土地都被蓝银草占满，可现在不少区域已经枯死，地面泛着紫褐色，低洼处还有一滩紫黑色毒液翻滚，腥臭味直冲鼻腔，蛛网缠在残破草叶之间，偶尔还能看见虫类魂兽的甲壳碎片。我立刻展开蓝银领域，无形波动扫过山谷，很快把残留信息反馈回来。独孤博察觉到领域波动，眼底闪过惊讶，却没有出声打断。我沿着感知走到一片毒液旁，看见几株紫灰色小草从腐败土壤里钻出来，它们看上去不像普通蓝银草，叶片细长，边缘布满倒刺，颜色阴沉，像吸饱了毒血。独孤博蹲下碰了一下，那株小草立刻缠上他的手指，细
细刺收紧，还试图往皮肤里注毒。他轻轻一震，挣脱束缚，语气带着几分兴趣，攻击性很强，毒性也不弱。一般千年魂兽被缠住，未必扛得住。我没有立刻接话，因为在蓝银领域里，这种紫灰色蓝银草不止一株，已经超过100株，而且它们依旧听从我的领域指令，甚至能被我抽取生命力。这意味着它们是新变异出来的蓝银草。我压下心里的喜悦，继续往山谷深处走。9株万年蓝银草还活着，只是比我离开前少了好几株。经过沟通，我很快知道了前因后果。我被独孤博带走后，一只大型魔蛛族群闯入山谷，为首的是一只4万年左右的魔蛛。万年蓝银草付出不小代价，才把那群魔蛛全部吃下去。那些毒血和残骸催生出了新的紫灰蓝银草。我看向一株万年蓝银草，它的藤蔓缓缓伸过来，递给我一块散发着幽暗光芒的左臂骨。4万年魔蛛左臂魂骨。独孤博看清那块魂骨时，眼神都停了一瞬。我没有犹豫，把魂骨递向他。前辈，拿着吧。独孤博皱眉，没有接。你什么意思？在你眼里，老夫是会抢小辈东西的人。我看着他的反应，心里反而更稳。能忍住这块适合自己的高品质魂骨，就说明他现在是真的想扶持我，而不是把我当随时能宰的资源。这一次，我是真心把魂骨递过去。前辈，我之前关于武魂之毒，还有一件事没说清楚。您体内毒素太深，普通容器承受不住，但魂骨可以作为承载毒素的地方，配合药物引导，把经脉和骨骼里的毒一点点逼出来，再封进魂骨里。虽然治标不治本，但能大幅缓解。独孤博怔住，他当然听懂了，这块魂骨对我价值不低，对他却可能救命。他沉默很久，第一反应还是想留给独孤雁。我直接打断他的念头，前辈，燕燕姑娘那边还来得及，我现在的魂力也足够帮她控制毒素。可您不同，您的身体已经被毒侵蚀太久，您如果把这块魂骨也让出去，您还能陪她多久？独孤博嘴唇动了动，却没说出话。最后，他接过了魂骨，那一刻，他看我的眼神彻底变了。小雨，这是他第一次这样叫我，这份人情，老夫记下了。以后你有什么需要，尽管开口，就算你要天斗的小公主，老夫也想办法给你弄来。我差点被他呛住，前辈，倒也不必，我只希望能使用您药田里的珍贵草药修行。独孤博摆了摆手，直接从如意百宝囊里取出一本册子给我，这不算要求，老夫既然答应护你，你修行需要的东西本就可以用，这是我整理的草药记录，你先看清楚再动手。那药田里有些不是我种的，乱摘容易伤到自己。我接过册子，心里已经决定回头交给小五整理。接下来几个小时，我和独孤博开始挖蓝银草，9株万年蓝银草必须带走，紫灰蓝银草也必须带走，外围品质不错的变异蓝银草，我同样挑了一批，数量太多，冰火两仪眼装不下，我便让独孤博沿路把一部分播撒在落日森林中，每落下一批，我都用蓝银领域给他们下达生长扩张的指令。独孤博看着这一幕，没有阻止，魂兽死多少他根本不在乎，只要这些蓝银草最终能成为我的魂环资源，就等于变相帮助独孤雁。直到第二天清晨，我们才重新回到冰火两仪眼，我没有休息，立刻开始移植。等独孤博离开去研究引毒入骨的办法后，我才把小五从魂环里喊醒。小兔子，醒醒，该出来干活了。小五身影浮现时还迷迷糊糊，直到看见堆成小山的蓝银草，整个人都清醒了。这么多，曹宇，你真把人家山谷搬空了。我递给他一把铲子，少废话，帮忙。小五气得瞪我，可最后还是接过铲子。忙了3、4个小时，蓝银草终于全部安置下去。9株万年蓝银草被我种在冰火两仪眼附近，其余则分布到药田外围，实在没有位置，我只好采掉几株独孤博记录里不算太珍贵的草药，给蓝银草腾地方。小五把铲子丢回给我，满脸不爽，下次这种苦力别找我。我笑了笑，下次一定。他翻了个白眼。我用右腿魂骨的治愈能力给自己恢复了一下精神，然后取出先前藏好的小蓝种子，小心种进预留的位置。蓝银领域展开，海纳百川牵引周围蓝银草奉献生机，点点绿光汇聚到我掌心，再被我一点点注入种子。泥土轻轻颤动，一抹熟悉的蓝金色嫩芽破土而出，很快长到半米高。小蓝温柔的声音再次在我脑海响起：小雨，好久不见。我心里一软，好久不见，小蓝，这里就是冰火两仪眼。我把这几天发生的事，还有我知道的部分仙草特性，尽量简短告诉他。小蓝听完后，开始用植物本能感知四周。没多久，他的叶片指向远处一株散发淡淡宝光的仙草。小雨，那边那株应该是你说的绮罗郁金香，它像天地灵物的王，对植物有很强压制。如果我能吸收它，或许能获得号令植物的能力。我立刻想过去摘，小蓝却伸出枝叶拉住我。小雨，别急，绮罗郁金香最适合我，却未必最适合现在的你。还没有第3魂环，需要一个战斗类魂技兜底。如果我吸收绮罗郁金香在献祭，你得到的很可能还是辅助能力。我停住脚步，小五也恢复了认真。他听完我的仙草介绍后，给出了建议：奇荣通天菊更合适，它能气运4肢，血通8脉，练就金刚不坏之身。小蓝吸收后献祭给你，你的身体强度和保命能力都会大幅提高，也更可能得到战斗或防御类魂技。小蓝同意了。我按照记忆找到那株没有香味的紫色大菊花，用玉片小心摘下，带回小蓝身边。小蓝用枝叶卷住奇荣通天菊，蓝金色光芒一点点包裹花瓣，炼化速度很慢。这种仙草在冰火两仪眼生长多年，药力厚得惊人，若非没有灵智，恐怕早就成了极其恐怖的植物系魂兽。半个时辰后，小蓝的魂力开始不稳，小五立刻提醒曹宇用复苏之光，他刚重生，撑不住这么大的药力。我不敢迟疑，第2魂环亮起，复苏之光牵引周围蓝银草的生命力，汇成光团注入小蓝体内。小蓝的状态终于稳定下来。又过了1个多小时，奇荣通天菊彻底化作紫金色光点，融入小蓝身体。小蓝的本体也发生了惊人变化，原本蓝金纹路逐渐铺开，整株草都像被黄金浇筑，叶片边缘泛
泛着金属般的锐光，他的修为直接冲到5000年左右，但大量药力还沉积在体内，没来得及完全消化。小雨，我需要睡一段时间。话音刚落，小兰再次陷入沉睡。小五估算大概3、5天能醒，结果他整整睡了1个月。这1个月里，我没有离开冰火两仪眼。独孤博偶尔带独孤雁过来，我便用复苏之光帮他缓解毒素，顺便强化身体。除此之外，我大多数时间都用来修炼，熟悉冰火淬炼后的体魄，也研究蓝银皇进化后的变化。1个月后，小兰终于醒来，她的修为已经突破万年，金色叶片坚韧到让我全力都难以掰弯，边缘锋利的轻轻一碰就能划开我的掌心。更重要的是，它保留了奇荣通天菊的特性。小兰主动提出献祭，小雨，越早吸收仙草带来的好处越大，我现在献祭给你，你应该能直接冲到37级以上。等我重生，特性还会保留，以后还能继续吸收其他仙草。我看着他，心里有些复杂，可小兰的语气依旧温柔坚定，她不是牺牲，而是在用这种方式和我一起变强。数小时后，我获得了第3魂环，黑色万年魂环套在蓝银皇武魂外时，独孤博刚好回到冰火两仪眼，他站在不远处，整个人都愣住了。我睁开眼，看见他后，第一反应不是解释，而是想是魂技。前辈，你来的正好，帮我测试一下第3魂技强度。先说好，别用太高魂力。独孤博皱了皱眉，在他眼里，我的蓝银皇更适合辅助。听见我说第3魂技偏战斗，他明显有些不赞同，却还是答应下来。老夫只用魂尊级别魂力，你尽管来。我在心里默念魂技名无暇金身，下一瞬，蓝银皇疯狂生长，将我整个人包裹在内，金色枝条不断交织、硬化、延展，头颅、肋骨、双臂一点点成型。几个呼吸后，一具9米高的金色半身骷髅出现在冰火两仪眼旁，独孤博脸上的从容消失了。这是什么东西？我站在金色肋骨包裹的核心处，感受着魂力和骨架之间的联系，心跳忍不住加快。这简直就是异界版须佐能乎。冰火两仪眼不适合动手，我催动右腿魂骨，带着金色骷髅飞到外面平地。独孤博跟出来时，已经默默把魂力提升到了魂王层次。我提醒他，前辈，你刚才说只用魂尊级别魂力。独孤博面不改色，魂尊不够，魂王8。我也不跟他争，直接操控金色骷髅抬起左臂，一拳砸下去，砰！独孤博临时凝出的毒绿色屏障剧烈闪烁，他脸色微变，立刻加大魂力。我没有停，金色骷髅双拳交替落下，砸的屏障不断震颤。独孤博终于认真起来，第5魂环亮起，蛇蟒天罡盾挡在身前，普通攻击打不穿。我心念一动，无数金色蓝银黄顺着骷髅右臂蔓延，化作经络和血肉。那条手臂猛然膨胀，拳锋生出数根粗大骨刺。前辈小心！穿越斗罗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猎杀小五，再吞掉蓝银皇。不仅觉醒了巴雷特和蓝银草双武魂，还穿越到了唐三所在的圣魂村。为了不被唐三那个挂逼打死，我决定剑走偏锋。没办法，唐三那挂逼开局就是先天满魂力，还有一个封号斗罗的老爹在身边守着，而小五的10万年魂环和蓝银皇的右腿骨，不正是送上门的韭菜吗？我心念一动，无数金色蓝银皇顺着骷髅右臂蔓延，化作经络和血肉。那条手臂猛然膨胀，拳锋生出数根粗大骨刺。前辈小心！重拳落下，轰！绿色光盾瞬间爬满裂纹，下一息光盾破碎，骨刺继续砸向独孤博。独孤博眼底闪过震惊，终于顾不上先前承诺，第8魂环亮起，时光凝固，无形波动扫过，我和金色骷髅同时僵在原地。片刻后，控制解除。独孤博看我的眼神像在看怪物。小雨，你这个魂技，魂帝都未必挡得住。我散去无暇金身，落到地面时魂力几乎见底，却笑得很开心。独孤博拿出水晶球让我测试魂力，37级。他反复确认2遍，才终于接受这个结果。第3环万年，魂力37级，你小子给老夫的惊喜真是越来越多。他问我为什么第3魂环能吸收万年，我只回了2个字：献祭。独孤博立刻联想到那些万年蓝银草，神色若有所思。我趁机告诉他，魂环极限不只是固定数字，而是和魂师身体素质有关，身体越强，能承受的魂环年份越高。又顺便提起金胶，贵族拿来助兴的那种金胶，融化后其实能强化魂师体质。若是万年金胶，对燕燕姑娘以后第4环帮助很大。独孤博听得一愣一愣，但他没有怀疑太久，毕竟我身上已经出现太多超出常识的东西。他把金胶记下后，才说起正事。他已经找到把毒素引入魂骨的方法，需要我用复苏之光辅助。我再次凝聚第2魂技时，掌心光芒不再是单纯浅绿，而是带上了金色。我没有立刻照向他，前辈，魂技好像变了，最好先试试。独孤博直接让我照他，金绿色复苏之光落在他身上，起初没什么变化，几分钟后，他眼神忽然变了，你的魂技多了一个效果。我一怔，什么？强化体质？独孤博语气罕见地带上激动，虽然很轻，但老夫能感觉到身体确实被提升了一丝。我立刻想到奇荣通天菊的药性，这次小兰吸收仙草后，不只是第3魂技受影响，连复苏之光也跟着变化了。等我恢复魂力后，独孤博服下调配好的药物，开始把体内毒素一点点引向那块魔蛛魂骨，我则用复苏之光稳定他的经脉，修复被毒素反复撕扯的身体。1个时辰后，独孤博睁开眼，他那头墨绿色长发已经褪成正常的灰白色，瞳孔依旧泛绿，却没了之前那种病态的幽冷。更重要的是，他的91级瓶颈松动了。独孤博压下激动，开口第一句话就差点让我破防。小雨，老夫真不知道怎么谢你，要不我吃点亏，把燕燕嫁给你。我咳了2声，前辈，我今年才7岁。独孤博不以为意，可以先培养感情。我果断转移话题。独孤博也没有继续逼我，而是提出一个新想法，他希望我暂时别一味提升魂力，而是多培育更强的蓝银草。你30级时就能培育出万年蓝银草，那以后呢？
10万年蓝银草，你有没有想过？我一时间沉默，不是没想过，是成本太高，而且10万年植物系魂兽是否还愿意被我掌控，也是问题。独孤博却比我更敢想，他提到了封号斗罗之间流传的传闻，百级成神。小雨，你如果从第4环开始，每一个魂环都想办法变成10万年，将来未必没有机会碰到那个境界。魂兽血肉、资源、药物，老夫都可以帮你找。我看着独孤博，心里有些发麻，这个老毒物是真的把我当未来孙女婿培养了。我最终还是点头，好，我会尝试培育10万年蓝银草。随后独孤博又问我对自己的定位，我回答辅助系。他嘴角抽了一下，显然想到了刚才被我逼出第8魂技的场面。我笑着召唤蓝银皇，把无暇金身加到他身上，金色半身骷髅包裹住独孤博后，他才明白这个魂技也能给别人使用。他试着操控了一会儿，给出评价，加持给别人时操作会有延迟，威力也比我自己使用弱不少，但防御和爆发依旧远超普通魂技。对魂尊、魂宗阶段的魂师来说，堪称变态。确认我对自身路线有规划后，独孤博没有再劝，他转而提出让我去天斗城待一段时间，理由有2个，一是方便每天给独孤雁用复苏之光强化体质，二是让我接触同龄魂师，积累战斗经验。我原本不喜欢学院生活，但斗魂场对我有吸引力，未来如果想去杀戮之都，我就必须提前适应不能依赖魂技，以少打多，甚至1打9的战斗节奏，所以我答应得很快。独孤博反而有些意外，小雨，你这么急着去见燕燕？我摇头，前辈，我想去天斗城斗魂场，如果可以，我希望接下来一段时间都待在那里训练。燕燕姑娘每天过来一次，我会帮她强化体质。独孤博脸色复杂，果然还是你。他原本想让我进天斗皇家学院，可我对学院兴趣不大，唯一麻烦的是我的第3魂环太扎眼，于是我当着他的面让黑色魂环慢慢变成淡紫色。独孤博眼神一凝，我没有在瞒，这是我第1魂环的能力，我能改变魂环颜色，只需要很少魂力维持。他盯着我的前2个魂环，小雨，你前2个魂环不会也是万年吧？我点头，我的魂环都来自我种植的蓝银皇。说完，我取出小兰的种子，当着独孤博的面种下，再用蓝银领域催生。小兰破土而出时，独孤博沉默了很久，我把手搭在小兰枝叶上，认真看着他。前辈，还有一件事，我真名叫曹宇，厉飞羽只是化名，这是我的伙伴蓝银皇小兰，我的武魂能进化到现在，都是因为他。独孤博没有追问我的过去，他明显猜到了什么，却选择装作不知道，这点让我对他的信任又多了一分。燕燕那边，你要告诉他真名吗？可以，但需要他保密。我在武魂殿觉醒过武魂，应该留过档案，被注意到的概率不大，但小心一点总没错。独孤博点头，带着我前往天斗城。路上，我开始规划斗魂训练，第2武魂不能用，无暇金身尽量不用，蓝银领域也少用。我主要练的是进化后蓝银皇本身的强度和变化。金色蓝银皇在掌心延展、缠绕、硬化，很快化成刀、剑、长枪、短刃等各种武器。它们没有真正神兵那么精细，却足够坚固锋利。3日后，天斗城斗魂场，我一脚踢中对面少女腹部，在她失去平衡的瞬间，蓝银皇化作长枪抵住她咽喉。你输了。裁判宣布我获胜后，我收回蓝银皇，走到休息区坐下。这已经是我3天内拿下的近20场单人斗魂，对手大多是魂尊，偶尔也有魂力接近40级的强攻系。只要我不使用魂技，胜负还算有训练价值。但打到现在，普通单人斗魂对我的帮助已经越来越小。小五在魂环里吐槽：曹宇，你对女孩子下手都这么狠吗？我用精神力回他：不然呢？斗魂场上还分这个，你这样会找不到女朋友。我沉默一瞬，你自己信吗？小五大概想起我现在这张脸，冷哼一声，不理我了。没过多久，独孤博带着独孤雁来到休息区。独孤雁今天换了一身利落劲装，绿发竖起，看见我时眼睛弯了弯。小雨又赢了，我点点头，然后看向独孤博：前辈，我想试试双人斗魂，后面再一点点过渡到团战。独孤博皱眉：小雨，你确定？你说过训练时不用第3魂技，也不用第2武魂，这样去打团战风险不小，所以先从双人开始。独孤博见我态度坚定，也没再拦。独孤雁眼睛一亮，立刻往前一步：那我和你组队。我摇头：燕燕姑娘，你太强了，和你组队，我训练的意义会降低。独孤雁轻哼一声，明显不太高兴。我刚想给他完成今天的复苏之光，他却伸手搭在我肩上，声音忽然放软：小雨，这次先不急，我有件事要你帮忙。我心里生出一点不妙，他靠近了些，语气带着刻意拖长的尾音：我们战队的老师和几个同学也来了，里面有个人一直缠着我。小雨弟弟，你不会不管我吧？我嘴角微抽，有人缠你，你找你爷爷更快。但我也清楚，我和独孤博、独孤雁已经深度绑定。独孤博的资源，冰火两仪眼、落日森林，都是我成长路上极重要的支撑。我不是什么纯良圣人，如果独孤雁愿意靠近我，而这段关系又能换来最稳固的庇护，我没有把他推给别人的理由，该给他的尊重和好处，我也不会少。好，我看着他，到时候我帮你处理。话音刚落，一阵脚步声从通道另一侧传来，我抬眼看去，6、7个人正朝我们走来。为首的是个25、6岁的青年，身上穿着天斗皇家学院教师服，气质温和沉稳，后面跟着几个年轻学员。其中一个棕发少年一看见独孤雁搭在我肩上的手，眼神瞬间冷了下来。青年先向独孤博行礼，见过冕下。独孤博淡淡应了一声，目光在那个棕发少年身上停了一下。我注意到他眼里居然闪过一点看热闹的期待。燕燕、小雨，我还有事，你们年轻人自己聊。说完，他转身就走，走之前还意味深长地瞥了棕发少年一眼。我心里立刻明白，老毒物这是故意把舞台让出来。独孤博刚走，那个棕发少年就忍不住了，他盯着我，语气里压着怒火：燕子，离这个小白脸远点，他这种人绝对不可靠。我眼神微动，来了。独孤雁先看了我一眼，确认我没生气，才冷着脸看向他：玉天恒，你闭嘴，我跟你不熟。他说完，直接拉住我的手臂，向那位青年老师介绍：秦明老师，这就是我之前和你提过的天才少年厉飞羽。我对秦明和其余几人露出礼貌笑容，
却没有看玉天恒。对这种宗门出身、一路顺风顺水的少年，最好的激怒方式不是骂他，而是无视他。果然，玉天恒脸色更难看了。他向前一步，声音压不住怒意：“小子，你敢和我打一场吗？”我这才像刚注意到他一样，偏头看向独孤雁：“燕燕姐，这个人是谁？为什么一上来就这么凶？”独孤雁脸颊微红，却很配合地反握住我的手：“不认识，你不用理他。”周围几名学员表情瞬间变得微妙。玉天恒的脸色已经不能用难看来形容。我没有继续刺激他，转身牵着独孤雁往斗魂报名处走。经过他身边时，我顺手扶住独孤雁的腰，动作自然的像做过很多次。身后传来压抑到极点的呼吸声。玉天恒追了上来，挡在我们面前。他盯着我的眼睛，一字一句开口：“打一场，如果我输了，以后不再纠缠燕子。”我没有立刻答应，只看向独孤雁：“燕燕姐，她一直这样吗？”独孤雁冷着脸：“别理她，我们走。”玉天恒握紧拳头，眼底闪过一丝阴狠：“怎么不敢？只会躲在女人后面？”我停下脚步，这句话够了。我转过身，脸上笑意淡了些。斗魂场规矩，生死不论吗？秦明脸色微变，立刻上前：“飞羽、天恒，你们都是年轻魂师，切磋点到为止。”玉天恒却像终于抓住机会：“点到为止当然可以，只要他敢上台。”我看着他，语气平静：“可以，不过我有个条件。”说：“我不用第三魂技，也不用任何外物。你输了，除了不再纠缠燕燕姐，还要当众道歉。”玉天恒冷笑：“如果你输了。”我微微侧头看了眼斗魂报名处，我输了就离开天斗城。独孤雁立刻皱眉：“小雨。”我轻轻拍了拍他的手背，示意他不用担心。玉天恒眼中闪过喜色，在他看来，一个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小白脸，哪怕有独孤博撑腰，也不可能在不用第三魂技的情况下赢过蓝电霸王龙家族的他。秦明还想劝，玉天恒已经抢先开口：“好，一言为定。”我松开独孤雁的手，转身走向报名处。我能感觉到暗处有一道熟悉气息正在看热闹。独孤博没有真的离开，老毒物估计正等着看我怎么处理玉天恒。也好，这一场我本来就需要打给独孤雁看，打给秦明看，也打给独孤博看。穿越斗罗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猎杀小舞在吞掉蓝银皇，不仅觉醒了巴雷特和蓝银草双武魂，还穿越到了唐三所在的圣魂村。为了不被唐三那个挂逼打死，我决定剑走偏锋。没办法，唐三那挂逼开局就是先天满魂力，还有一个封号斗罗的老爹在身边守着，而小舞的10万年魂环和蓝银皇的右腿骨，不正是送上门的韭菜吗？10来分钟之后，我和玉天恒站到了擂台上，斗魂场的灯火从四面压下来，擂台边缘围满了看热闹的人。天斗战队那几个人站在台下，秦明神色紧绷，独孤雁抱着手臂看着我，眼里没有半点担心，只有一抹压不住的笑。玉天恒站在我对面，棕色短发被魂力吹得微微扬起，他死死盯着我，眼神像要把我生吞。我知道他在想什么，他想在这座擂台上废了我，想把刚才丢掉的脸全都找回来。可惜他挑错人了。双方选手准备。裁判的声音刚落，玉天恒身上猛地爆出一阵蓝紫色雷光，龙鳞从他手臂上翻起，手掌变成粗壮的龙爪，整个人像一头被激怒的雷龙，连空气都被电得噼啪作响。我抬起手，蓝金色的蓝银皇从掌心生长出来，细密的枝条在我身前交织成一面盾。玉天恒看见那面盾，眼底闪过一丝轻蔑。开始。裁判声音一落，玉天恒整个人已经冲了出去，第一魂环和第三魂环几乎同时亮起，雷霆在他周身炸开，左手龙爪膨胀到几乎有半个人高，带着刺眼电光直奔我的要害。他根本没打算试探，一上来就是杀招。台下传来一阵惊呼，我站在原地没动，只是把手指轻轻一收，蓝银皇盾牌表面瞬间长出一层密密麻麻的尖刺，像一面披着金光的刺墙。就凭这个也想挡我？玉天恒眼底怒意更盛，龙爪狠狠拍了上来，啪啪，雷光炸在盾面上，尖刺也在同一瞬间刺进他的掌心和手臂，惯性带着他的身体撞在盾上，蓝紫色电弧顺着蓝银皇乱窜，却始终没能撕开那层金色枝条。玉天恒闷哼一声，脸色瞬间变了，他借力暴退，低头看向自己身上的伤口，手臂、肩膀、胸口全是被尖刺刮开的细小血痕，伤不重，但够丢脸。一个蓝电霸王龙宗的天才，开着魂技冲上来，连我的第一道防都没破。看台上窃窃私语声一下子多了起来。玉天恒的脸色从铁青变成阴沉，目光重新落在我身上。你这到底是什么武魂？我没有回答，因为我看得出来，他开始冷静了。一旦冷静，他就可能认输，或者拖到秦明强行喊停，那就没意思了。我让面前的盾牌慢慢解体，蓝银皇枝条像活物一样缩回掌心。我冲他勾了勾手指，语气尽量轻：刚才不是挺硬气吗？现在怎么软了？玉天恒瞳孔一缩，我继续往前补了一刀。来，别说我不给你机会，这句话比任何魂技都好用。玉天恒刚压下去的火，又被我亲手点了起来。他咬紧牙关，蓝紫色雷电再次在身上翻涌，雷霆万钧。他一掌拍在地上，10几道雷电沿着擂台裂纹一样向我劈来，蓝紫色电光把我的影子撕得乱晃。观众席上的人下意识往后缩，我却迎着雷光冲了过去。第三魂环微微一亮，蓝银皇顺着我的腿、腰、肩一层层攀附上来，转眼化成一副金色铠甲。雷电劈在铠甲上，炸出一串刺目的火花，却没能让我停下半步。我脚下发力，整个人跃到半空，掌心蓝银皇凝成一根金色长棍。玉天恒抬起头，眼里的愤怒终于变成了惊恐。这一棍落下去，他至少要在床上躺半年。不好！秦明的声音从台下炸响，下一瞬，他已经冲上擂台，第五魂环亮起，橙红色火焰在他身前铺开，硬生生挡在玉天恒面前。砰！长棍砸进火焰，火浪向四周爆开，热风掀的玉天恒踉跄后退，烟尘散去。我握着长棍站在原地，没有再追。我看着秦明，又看了看他身后脸色惨白的玉天恒，笑了一声：怎么打不过就喊人？秦明脸色难看，
却没办法反驳。玉天恒更狼狈，刚才那一下火浪虽然救了他，也顺便把他的头发和眉毛烧掉了大半。原本被尖刺划破的衣服，现在更是破破烂烂，脸上还有几道烧伤，整个人站在那儿，像刚从火堆里爬出来。台下安静了片刻，然后笑声开始一点点冒出来。玉天恒听见了，他的肩膀在抖，眼神却空了。我慢慢走过去，随手拨开挡在前面的秦明，在玉天恒面前蹲下，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啊！我伸手拍了拍他的脸，声音压得很低，却足够让周围的人听清。挖我的墙角，你也配？玉天恒的眼睛瞬间红了。我站起身，转身往台下走，背后传来急促脚步声，他果然忍不住了。我没有回头，等到风声贴近后，身体猛地一转，一脚踢在他胸口，啪！玉天恒像被丢出去的破布，直接从擂台上飞下去，重重摔在看台边缘。秦明脸色大变，连忙冲过去检查。片刻后，他松了一口气：“玲玲，快给天恒治疗。”人群后方，一个安静的几乎没什么存在感的少女走了出来，柔和的绿光洒在玉天恒身上，他很快醒了过来。刚睁眼，他就听见独孤雁的声音：“小雨，你没事吧？玲玲，你快来帮小雨看看。”叶玲玲动作一顿，目光在我身上扫了一圈，神情有些复杂。我身上干干净净，别说伤口，连衣角都没破。玉天恒也看见了，他躺在地上，看着独孤雁满眼担心的围着我转，又看见自己的队友沉默的站在旁边，没有人笑，可那种同情比笑声更扎人。角落里，独孤博不知什么时候站在阴影中，他的视线在玉天恒身上停了一会儿，忽然给秦明传音。秦明身体一僵，眼神变得更复杂。下一刻，他走到我面前，强撑着笑意，主动递过台阶。你好，我叫秦明，是天斗战队的领队，我想邀请你加入天斗战队，5年后你可以作为天斗一队的队长，和学院里的天才们一起参加全大陆青年魂师大赛。玉天恒猛地瞪大眼睛，秦老师，我不是刚被你任命为队长吗？他做队长，我做什么？我眯了眯眼，这可不是秦明自己的意思。我看向不远处的阴影，心里大概明白了，独孤博这是在帮我把玉天恒彻底赶出去。既然有人递刀，我当然要接。我冲秦明笑了笑，故意抬手指向玉天恒，那他怎么办？秦明额角冒出冷汗，却只能硬着头皮转身。天恒，你和厉飞羽只是小矛盾，你一定会原谅他的，对吧？玉天恒张了张嘴，一个字都没说出来。我冲他摊开手，露出一个无所谓的笑。四周人群的议论声也在这时候钻进他耳朵。那个人好像一条狗啊，想挖别人墙角，结果被正主暴打，活该！蓝电霸王龙宗的天才就这，每一句话都像刀子，扎得玉天恒脸色惨白。他终于撑不住，一口血喷出来，再次倒了下去。我没有再看他。这场斗魂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了赢，我要的是让所有人都看见玉天恒输的有多难看。1天后，我又站上了天斗斗魂场，这一次是双人斗魂。说是双人，其实只有我一个人上场。对面2个魂尊刚释放武魂，就被蓝银皇封住走位。我用盾挡住强攻系魂师的冲撞，又用长枪挑开敏攻系魂师的突袭。不到半炷香，2个人全都躺在地上，看台上掌声像雷一样滚下来。斗魂场的管理者站在角落，笑得嘴都快合不上。自从昨天我和玉天恒那场斗魂传开之后，天斗城里来看热闹的人一天比一天多，谁都想看看一个能把蓝电霸王龙宗天才打到吐血的少年到底有多强。我回到休息区，刚盘膝坐下，准备恢复魂力，一道熟悉的声音就从旁边响起：厉飞羽，你这1年跑哪里去了？我抬眼看去，火舞带着一个老者走了过来，他还是那副火气很大的样子，只是看我的眼神比以前复杂了很多。老者先一步上前，脸上堆着笑：厉飞羽小兄弟，我是赤火学院的教师火耀阳。我没有起身，只拖着下巴看他。有事。火耀阳从怀里取出一张金魂币卡递给我。1年多以前，火舞去找过你，当时他脾气急，把你家的门踢坏了，这是1万金魂币，算是我们赤火学院给你的补偿。我看着那张卡，瞬间明白了，独孤博这座靠山一路出来，过去那些有小心思的人开始急着把关系补回来了。我接过金魂币卡，火耀阳明显松了一口气，他没有多留，很快找借口离开，只把火舞留在原地。火舞刚想靠近，一道清冷的声音就插了进来：你想干嘛？独孤雁从人群里快步走来，我起身朝他走过去，没有再理火舞。独孤雁看见我的动作，眼底一下子亮了，直接扑进我怀里，又挑衅似的看了火舞一眼。火舞嘴唇动了动，最后只狠狠瞪了我一眼：厉飞羽算什么？谁稀罕你？他转身就走，背影里全是不甘。等他走远，独孤雁才从我怀里抬起头，脸颊微红。我低头看他：雁雁姐，今天怎么来这么早？他抱紧我的手臂，声音软了下来：我想你了。这句话说得很轻，却比斗魂场里的欢呼还要清楚。与此同时，天斗皇家学院里，玉天恒终于从昏迷中醒来。后来我才知道，他醒来后坐了很久，终于明白昨天那一切不是单纯的斗魂。秦明当众招揽我，独孤博暗中施压，天斗战队所有人沉默旁观。那座学院已经没有他的位置了。他走到秦明面前，只留下一句话：我要退出天斗皇家学院。半个小时后，玉天恒站在学院门口，发誓要在5年后的魂师大赛上把我踩回去。然后他见到了玉元镇蓝电霸王龙宗的宗主，亲自来了天斗城。那天傍晚，我和独孤博、独孤雁坐在斗魂场包厢里，我刚准备和独孤博谈正事，一股封号斗罗级别的威压忽然压过整座斗魂场。独孤博第一时间站起来，把我和独孤雁护在身后。砰！包厢门被人一脚踹开，玉元镇带着玉天恒走了进来。独孤博眼睛微眯，声音阴冷：玉元镇，你这头老龙不在蓝电霸王龙宗待着，跑到我这里来干什么？玉元镇冷哼一声：你欺负了我孙儿，我不能来给他做主。独孤博没有解释，到了封号斗罗这个层次，
对错已经不重要，谁强谁就有理。玉元正看向我，刚问了一句，就是这小子。独孤博已经开启武魂，碧绿色蛇瞳死死盯住他。玉元正也不退，蓝紫色雷光从身上炸开，两个封号斗罗的威压在包厢里对撞，桌椅杯盏全被掀飞。独孤雁咬着牙硬撑，却还是被压得身体发抖。我伸手揽住他的腰，把他护进怀里。另一边的玉天恒就没这么好运了，啪的一声，他直接被压得瘫倒在地。玉元正皱了皱眉，终究还是先收了威压。独孤博也顺势收手。玉元正眼神一冷，声音压得极低，不愧是最弱的封号斗罗，也只敢对小辈下手。独孤博笑得更冷，我的确不算强，但我能把你们蓝电霸王龙宗杀得只剩封号斗罗。包厢里的空气瞬间冷了下去。玉元正死死盯着独孤博，却没有再往前一步，因为他知道独孤博不是下人。论单打独斗，独斗罗不算顶尖，可论屠城灭宗，他绝对是最可怕的那一类封号斗罗。眼看气氛越来越僵，我主动打断了两人之间的对峙。前辈，有什么事直说吧。玉元正这才看向我。5年，他伸出一只手，五指张开。5年之后，我要你和天恒再战一场。如果天恒输了，我赔你们1块5万年的力量型魂骨；如果天恒赢了，独孤博，你加入蓝电霸王龙宗。穿越斗罗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猎杀小舞，再吞掉蓝银皇。不仅觉醒了巴雷特和蓝银草双武魂，还穿越到了唐三所在的圣魂村。为了不被唐三那个挂逼打死，我决定剑走偏锋。没办法，唐三那挂逼开局就是先天满魂力，还有一个封号斗罗的老爹在身边守着，而小舞的10万年魂环和蓝银皇的右腿骨，不正是送上门的韭菜吗？我要你和天恒再战一场。如果天恒输了，我赔你们1块5万年的力量型魂骨；如果天恒赢了，独孤博，你加入蓝电霸王龙宗。独孤博像是听到了笑话，就你这孙儿也配和我家小雨比？5年之后，小雨就算不修炼，也能压着他打。玉元正眼神一沉，5年之后，天恒必成魂王。玉天恒自己都愣住了，他现在才33级魂力，连他都不相信自己能5年提升20级。独孤博转头看我，小雨，你怎么看？我没有犹豫，爷爷，5年后我会替你从蓝电霸王龙宗带回1块魂骨。独孤博大笑，好，我等着你的魂骨。玉元正带着玉天恒离开后，包厢重新换了一间。独孤博坐下，目光终于落到我身上。小雨，你刚刚想和我说什么？我看了一眼四周，独孤博立刻明白我的意思，碧绿色魂力从掌心扩散，封住整间包厢。独孤雁原本想起身回避，被我拉住。这件事他也该听。我看向独孤博，爷爷，您觉得现在大陆上有几个势力？独孤博皱眉，2大帝国，上3宗，下4宗，武魂殿。我摇头，在我看来只有2个。他眼神一凝，我盯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把答案摊开，一个叫武魂殿，另一个叫其他势力。独孤博沉默了，我把武魂殿、供奉殿、长老殿、比比东以及那些隐藏的封号斗罗大概说了一遍，又把昊天宗、七宝琉璃宗、蓝电霸王龙宗、海神岛这些顶尖战力摆开。独孤博越听脸色越沉，等我说到武魂殿拥有接近20位封号斗罗，其中还有99级绝世斗罗时，他手指都微微收紧。小雨，你的意思是武魂殿想统一大陆，迟早的事。我没有绕弯，如果那一天真的来了，我希望您不要随便卷进去，最好尽早和血腥亲王保持距离。独孤博沉默很久，我知道他和血腥有交情，不可能一句话就切开，所以我直接抛出了真正的目标。如果暂时切不开也没关系，爷爷，只要您能想办法从天斗皇室手里拿到一件东西，我们就还有一条退路。什么东西？天斗帝国的镇国之宝瀚海乾坤罩。独孤博眉头紧皱，我把这件东西真正的分量摊到他面前，它不是普通宝物，它是开启海神传承的钥匙。啪！独孤博手中的茶杯掉在地上，滚烫茶水溅到手边，他却像完全没感觉。独孤雁也瞪大眼睛看着我，神明传承这4个字对任何魂师来说都太重了。我把海神岛、神考、海神九考以及瀚海乾坤罩的重要性告诉他们。独孤博越听越激动，到最后几乎立刻想冲进皇宫去抢。我赶紧拦住他，爷爷，现在还不是时候，硬抢是最后一步，不是第一步。我把目光转向独孤雁，燕燕姐在天斗皇家学院，天斗战队里又全是贵族子弟。玉天恒离开后，他会成为队伍核心，您可以通过燕燕姐笼络这些贵族，再通过血腥亲王和军方建立联系。独孤博的眼神渐渐变了，我没有给他太多犹豫的时间，顺着这条路把后面的布局摊开。之后您可以开商会、置办产业、拍卖行、钱庄、报纸、斗魂场都可以做，利益绑住贵族，产业深入平民。等您的影响力大到天斗皇室无法忽视，再以加入天斗为条件，向雪夜大帝索要瀚海乾坤罩。包厢里安静的只剩呼吸声。独孤博看着我，像第一次真正认识我。我知道这条路很重也很长，但这比直接抢更稳。更重要的是，这张网一旦铺开，未来无论我要去海神岛还是走自己的路，都有足够的人手、情报和资源。独孤博终于点头，小雨，我不擅长这些，但我会试。我笑了，爷爷，您只要愿意开始，剩下的我会把方向写给您，具体怎么执行，得靠您自己。独孤雁靠在我身边，声音忽然轻了下来，小雨，你真的不想要海神神位吗？我看着他，我有自己的路。他怔怔看着我，眼眶有点红。下一瞬，他忽然扑进我怀里，仰头吻了上来。独孤博当场僵住，他忽然感觉自己精心栽培多年的大白菜，就这么自己跳进了锅里，还顺带盖上了锅盖。我也愣了一瞬，随即把他轻轻抱住。斗魂场外人声鼎沸，包厢里却像只剩我们2个人。半年时间很快过去，独孤博真的按我说的那样，拉起了一个庞大的天斗商会，以天斗皇家学院为核心。他先笼络了一批贵族子弟，再借这些贵族背后的家族扩张关系网。斗魂场、拍卖行、钱庄、报纸、商场，一处接一处铺开。短短半年，天斗商会像一张巨网，悄无声息地罩住了天斗城。
千仞雪也注意到了这张网。太子府里，他听着蛇矛斗罗和刺豚斗罗汇报我的战绩，脸色越来越沉。1个月前，我已经在天斗斗魂场完成过1穿6、1穿7的斗魂。蛇矛斗罗认为我有超级斗罗之姿，建议直接除掉我和独孤博。刺豚斗罗也觉得独孤博的势力膨胀太快，会影响千仞雪的计划。可千仞雪没有立刻动手，因为他很清楚，独孤博现在已经不是过去那个独来独往的独斗罗。杀一个封号斗罗容易，杀完之后，天斗商会这张网会怎么反扑？雪夜大帝会不会怀疑太子？所有人都说不准。那天夜里，千仞雪躺在床上，第一次认真思考，独孤博背后是不是还有人？而我刚刚结束了自己在天斗斗魂场的最后一场斗魂，7个青年魂师倒在我身后，全场观众在欢呼。看台上，风啸天、火舞，还有各大学院的天才脸色都很难看，他们这半年几乎都被我打过。有人输1次不服，输第2次还咬牙，输到第3次、第4次就只剩沉默。风啸天苦笑着说：“未来15年，所有魂师学院天才都会活在我的阴影下。”火舞却不肯服输，他盯着我的背影，咬牙对风啸天说：“只要他5年后能击败我，他就答应做他的女朋友。”我没听见这些，因为我已经不准备继续留在斗魂场了。包厢里，我刚坐下，小舞的身影就从魂环空间浮现出来。曹宇，接下来你还要继续待在斗魂场吗？我摇头，刚才那一场就是最后一场。这半年，我每天至少打5场斗魂。天斗城里的魂尊、魂宗大多被我锤过不止1次，各种武魂，各种配合，各种以少打多的局面，我都见过了。继续打下去意义不大。小舞，我会跟爷爷回冰火两仪眼，拿到第4魂环之后就去杀戮之都。小舞眼神立刻担忧起来，他最担心的还是我进入杀戮之都后会不会去打地狱杀戮场。我点头，他沉默片刻，眼底的担忧更重。失败者会被地狱杀戮场吞噬，一部分魂力会反馈给胜利者。曹宇，我担心那些异种魂力会影响你。我看着他，小舞，你有办法就直接说吧。他没有再绕弯。幽香绮罗仙品，他告诉我，小兰已经吸收过绮罗郁金香，如果再吸收幽香绮罗仙品，或许能把百毒克星和净化异常状态的特性带进献祭魂环里。这样一来，我进入杀戮之都后就不用担心那些负面影响。我听完后心里也动了。小兰吸收绮罗郁金香后，距离再次进化只差1线，幽香绮罗仙品也许正好能补上这一步。我立刻离开斗魂场，赶去天斗商会驻地。独孤博正在办公室里处理文件，半年不见，他已经不像当初那个灰袍乱发的独斗罗，月白长袍，金丝云纹，头发也打理得整齐，整个人看起来像一位真正掌控庞大势力的会长。独孤雁就在不远处修行。我走进去后，独孤博抬头看我，小雨，今天不斗魂了。爷爷那边已经没什么压力了。我照出蓝银皇，我准备获取第4魂环，成功之后，我的武魂可能会再次进化，到时候您的问题和燕燕姐的问题，也许都能彻底解决。独孤博听到这句话，直接把桌上的文件推到一边。小雨，我们现在就走。他永远都是这样，金魂币、商会、权势都比不过独孤雁的一点希望。我们叫醒独孤雁，赶往冰火两仪眼。几个小时后，月光落在山谷里，小兰静静立在冰火两仪眼旁，已经长到接近5米高，纯金色枝叶在夜色里流转着柔和光芒，周围无数蓝银草像臣民一样簇拥着他。独孤博带着独孤雁先退到外面，我走到小兰身边，开启蓝银领域。小兰，这次又要麻烦你了。他的声音温柔的在我耳边响起。小雨，你现在准备获得第4魂环吗？但在献祭之前，我想问你一件事。我指向不远处那朵淡粉色大花，你现在还能再吸收一株仙草吗？小兰沉默了一会儿，有难度，但我可以试试。我把小舞的判断还有杀戮之都的计划告诉他。小兰没有犹豫，小雨，那就试试吧。我采下幽香绮罗仙品递给他，蓝金色光芒慢慢包裹住花瓣。1个多小时后，幽香绮罗仙品化成粉红色光点，一点点融入小兰体内。嗡，蓝银领域自动展开，冰火两仪眼内外所有蓝银草同时扶手，绿色生机如萤火般向小兰汇聚。它原本纯金色的质感开始变浅，最后变成近乎透明的素白。月光洒下来，蓝、绿、金、粉几种光芒从枝叶边缘折射出来，它的身躯也不断缩小，最终化成一株1米来高、宛若琉璃雕成的蓝银皇。小雨，我成功了。小兰的声音很轻。幽香绮罗仙品百毒克星的特性我已经继承了，我还多出了一个特殊领域。他顿了顿，声音越发温柔。现在献祭给你，应该正是最合适的时候。我盘膝坐下，好，麻烦你了。小兰没有再说话，她的身体逐渐透明，一圈黑色魂环缓缓套在我的蓝银皇武魂之上，庞大的本源力量冲入体内。蓝银皇在我掌心疯狂生长，又不断收缩，我的骨骼、经脉、精神力都像被月光和花香洗过一遍。1个多小时后，我睁开眼，第4魂环的信息涌入脑海，我忍不住笑了。燕燕姐的问题可以解决了，杀戮之都这一趟也稳了。独孤博带着独孤雁赶来时，我没有再隐藏魂环，4个黑色魂环套在琉璃般的蓝银皇上，连独孤博都看得呆住。4个万年魂环，独孤雁直接扑过来抱住我，小雨，你好棒。独孤博递来水晶球，我注入魂力，水晶球光芒大亮，47级。独孤博声音都有些发颤，8岁，你才8岁，就快成魂王了。我看向独孤雁，燕燕姐，你有福了。第4魂环亮起，星星点点的光芒包裹住我的右手。